20年来，本座镇杀的穿越者100万，你这蝼蚁也想夺舍本座吗？给本座滚出来！这个洪荒世界的通天教主怎么不一样啊？给本座死！这便是刚才那个蓝形穿越者留下的记忆碎片了。本座这就施展搜魂之法，窥探你的记忆。我倒要看看你与其他穿越者有何不同。想不到这小小的蓝形穿越者竟然还知道封神亮节。师尊红军指使昊天重建天庭，意图将我截教弟子尽数送上封神榜，甚至为了防止大劫顺利度过，他还派遣大哥老子、二哥元始天尊联合西方2圣一同围攻截教，最终截教上下接近被屠戮殆尽，就连本座镇压在紫霄宫中。哈哈哈哈哈！好恐怖的圣人之力啊！仅仅是余威，便可将我截教万仙轻易抹杀。只听闻圣人之下皆蝼蚁，我还将信将疑，以为那只是传说。如今有幸亲自感受一番，才知道，只怕洪荒亿万生灵在师尊眼里，连被他当做蝼蚁的资格都没有。弟子多宝，恳请师尊息怒，否则不消片刻，我截教万仙皆会死于师尊的盛怒之下。本座知道了。今天终于见到师尊的手段了，原来师尊这么厉害啊！三妹，不可对师尊犯花痴。穿越者往往都是狡诈之徒，不可听信一面之词。封神亮节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待本座稍加推演一番，便可见分晓。这是天怒，有人试图窥探天机，惹怒了天道，故而接下紫霄神雷，以示惩戒。先是屏蔽天机，阻止本座推演，再是天道意图降下紫霄神雷，威胁本座放弃推演。天道啊天道，你是不打自招啊！聒噪！危险！危险！危险！检测到本系统有被抹杀的风险，元素主既已死亡。经本系统判断，应当尽快与眼前这位通天教主进行强行绑定，以便于提高本系统的存活概率。给本座滚！无法与通天教主进行融合，本系统被抹杀的风险已提高至99.999%。本系统将强行开启自保模式。超级神道选择系统已开启。选择1，任由封神亮节降临，哪怕门下弟子尽遭屠戮也不反抗。奖励称号无能的师尊。选择2，截教闭关，命令门下弟子不得离开金鳌岛，苟到封神亮节结束。奖励先天杀伐至宝弑神枪。选择3，我命由我不由天，去他的封神亮节，率领截教弟子杀穿洪荒万界。奖励大道鸿蒙诀。我乃通天教主，洪荒7圣之一，本座需要什么，何须他人施舍，全都要。系统是吧？你已无用，准备受死。正在修复穿越者的记忆碎片，目前记忆碎片的完成度为30%。此仙石乃天地初开，鸿蒙初定便已存在的先天道胎，点化之后可孕育出灵明石猴。这灵明石猴竟是先天道胎，想我洪荒万界成形已有1万年之久，却还有先天道胎未曾孕育出世，用来做本座的徒弟正好。主人，穿越者的记忆中还隐藏着不少秘辛，本系统对主人还有大用，还望主人高抬贵手。那就看你日后的表现如何了。通天教主听令，我教天尊命你前往玉虚宫商议要事。竟敢直呼师尊名讳，广成子，你好大的狗胆！广成子，我家师尊与元始天尊还有老子并称3清，都是天道圣人，你却如此无礼，莫非欺我截教无人？
一群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不配与我交谈。贫道此番前来，只是传我家师尊号令。你们若是不服，可与贫道手中的翻天印讲一讲道理。翻天印，天尊，贫道受我家师尊之命前来。此事必须尽快报于天尊知晓。截教弟子听令，随我诛杀一教，切不可让他返回禅教通风报信。斩！如此一来，应该能瞒天过海了吧？这世上没有什么能够瞒过圣人的法眼，何况死的还是广成子。通天，尔敢杀我弟子？什么？敢问师尊，何人被通天教主所杀？我来推演一番。是广成子，他奉师命前往碧游宫报信，却遭通天教主抹杀，乃至魂魄都已破散，入不得六道轮回了。魂飞魄散，连进入六道轮回的机会都没了。这通天教主下手竟如此歹毒，师尊，你可要为广成子报仇啊！师弟，何事如此动怒啊？为何不见通天前来？莫非是通天推演出了封神亮劫与他的截教有关，不愿参加？也是，若是让我西方教弟子全部都甘愿赴死，贫道也定然不愿意。本座要去找通天讨要一个说法。师弟，等等！唉，走吧，去通天的截教看一出好戏。通天，还我弟子命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亮劫尚未开启，通天，你怎敢擅自动手，还将人抹杀了？你可知后果吗？这下可有好戏要看。本以为还需要一些手段才能激化截教和禅教矛盾，通天这一手算是替我等解决了最头疼的问题啊。很好，既然4位都到齐了，那还废什么话，动手吧！慢着，通天，你与元始之间的恩怨，与我二人何干？这诛仙剑阵可是洪荒第一杀伐志，若是不小心磕着碰着，难免影响了东西方世界的和气。你不如先收了神通，待我二人离去之后，再与元始一较高下，如何？三师弟，莫要冲动啊！西方二圣说的不无道理，他二人只是受老道邀约，来我东方世界跟咱们商议即将到来的大劫。你还是快快收了神通吧！今天的师尊怎么如此暴躁？一言不合竟要同时对付4位圣人。以为隐藏了天机，本座便无法窥探，殊不知本座另有他法知晓亮劫中的内容。那封神之战中，我截教弟子尽数覆灭，无一人生还，而罪魁祸首便是你们4圣。竟有此事！全教覆灭，这是真的吗？赵师兄，二位姐姐，你们真的会在这场大劫中死掉吗？师尊可是天道圣人，既然师尊说是，那就一定是了。原来今日的师尊如此暴躁，是因为他窥探到了封神亮劫的天机啊！师尊一向疼爱我们这些弟子，当他亲眼看到未来之中我们一个个倒在他的眼前，他该是有多么心痛！胡说八道！此番亮劫，就连道祖都无法窥探其中天机，又如何做得到？本座懂了，一定是误杀了我教弟子广成子。见到我4人前来，便恼羞成怒。通天，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本座便拆了你的碧游宫。通天所杀之人，便是广成子吗？不过，若只是失去肉身，魂魄还在的话，
以你阐教的手段，要复活广成子，倒也不难。实在不行，还可以用莲藕之身为他重塑嘛，没什么道理。你们懂什么？本座所说的广成子已死，自然是肉身和魂魄都没了，是真正意义上的身死道消。否则，本座何至于如此恼怒？可惜了，贫道记得那广成子乃是阐教12金仙之首，资质更是先天圣灵中的上上之选。如此好的苗子，就这么死？当初本座寻找广成子这等好苗子，耗费了无数心血，亲自教导他修行了千百万年，方有今日之造化。我阐教弟子个个都是门中精英，哪像你截教，皆是一些皮毛带角、师生卵化之辈，一群废物而已。只有你通天才会当成宝贝。以本座之言，不如将他们送上封神榜，去天庭做个神仙，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元始这番话虽然不中听，但话糙理不糙。通天，你好好考虑一番，莫要因为这些小事伤了咱们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大师兄的意思是，只要门下弟子精锐多，便不用登封神榜，还能理所应当的征讨他人。这还用说？天资高者自然配得上掌控洪荒万界，而弱者只能听天由命。通天好歹也是洪荒七圣之一，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会不懂？本座自然懂得，但本座要你亲口说出来，以免日后反悔。就凭你截教这些臭鱼烂虾，也配让本座后悔？说来惭愧，我曾与那广成子交手数次，都被他以翻天印打翻在地。论资质的话，我确实不如他。哼，要比资质的话，我截教万仙或许不如阐教，但要比手段的话，我倒是有十足的信心，不输给阐教弟子。可是师尊要跟人家比的是弟子的资质，用手段取巧的话，岂不是胜之不武？况且也难以服众啊！难道我们这些元始天尊口中说的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就没有一个姿势高绝的吗？谁说没有？不巧，本座刚刚得知花果山中有一只尚未出世的猴子，其资质必定力压阐教弟子。猴子能有多高的资质？通天，贫道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了吧？什么花果山？贫道听都没听说过。洪荒万界有这么一处地方吗？诸位道友，难得齐聚。近日本尊已神识感知到东方有一处天生地养的狼环福地，不知各位道友可有兴趣一道前去观瞻一番？狼环福地？不错，此地在东胜神州一处名为奥莱国境内，好像叫什么花果山。那里似是有块经日月滋养的仙石，其中孕育着一个先天道胎。若是将这先天道胎吸食，修为必定大增。文鹏，你找死！你疯了吗？鲲鹏好心邀请我等前往花果山，你怎能一言不发就将他打杀了？今天的通天有些凶残，莫要轻易招惹他为妙。我知道了，师尊所说的猴子定是在那花果山中，莫非猴子便是先天道胎，只是尚未孕育出世？既是未曾出世的先天道胎，自然是先道先得。不错，我西方教人才凋敝，正缺一名资质绝佳的弟子充当门面。如此说来，今日来东方世界，定是天意如此。这猴子与我教有缘啊！先天道胎可是极为难得，没有理由让给西方教。我等速速跟上去，莫要错失良机。想不到这等穷乡僻壤之地，果真有一处狼环福地。这瀑布内灵气最是浑厚，
还有这山谷的布局，竟然是自然形成的聚灵阵法。至于这阵眼，是那山崖上的仙石。自天地初开，鸿蒙已定之后，洪荒万界还未曾有出世的极品胚子。本座要亲自将其点化，并收为亲传弟子，谁都不准跟本座抢。元始，你不是瞧不起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吗？贫道观这仙石中的道胎，乃是一只石猴。你若是收了这只石猴回去，岂不是违反了你阐教的教义吗？哼，本座看重的一直都是资质，只是碰巧那些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资质平平罢。况且本座的阐教之中，也并非没有带毛之徒。多年前，本座就收了一只豹子精，名为神功豹。只是可惜了，这神功豹的资质虽比寻常妖族强不少，但其资质仍是让本座失望透顶。我儿这么多年都未曾入得了本座法眼。前些日子，女娲来我八景宫商议封神之事，她已派遣9尾狐狸精进入朝歌，却缺少一名辅佐之人。既然你看不上申公豹，不如命他前往朝歌辅佐9尾狐狸精去。也好，将来渡过大劫，也省得世人说我阐教舍不得将弟子送上封神榜。还是大师兄替本座着想啊！哼，好你个元始天尊，你阐教门下天才弟子众多，怎还如此贪心？你是想强行收走这石猴，叫通天没有高图与你争抢封神榜了吧？哼，不用你激将本座，今日本座必收石猴为徒，谁若敢跟本座争抢，鲲鹏老祖便是那人的下场。想吓唬本座，鲲鹏不过是辈分高一点的准圣罢了，与我等互称道友，不过是我等给他些面子。你若以斩杀鲲鹏就想喝退本座，做梦！任务1：跟元始天尊的西方二圣讲道理，说服他们让仙石自然孕育，奖励称号和气生财。任务2：任由他人点化仙石，令凌云石猴提前10万年出世，奖励10万年修为。任务3：霸道出手，点化仙石只能由你完成，并成功收凌云石猴为徒，奖励先天至宝混沌钟。啰嗦！请主人息怒，本系统只是象征性的走一下流程而已。提示：穿越者的记忆碎片已修复40%。通天竟敢不经过本座同意就……哈哈哈哈！猴王出世了！马猴爷爷讲的故事是真的！哈哈哈哈！山上竟然还有这么多灵猴，这下老子可发大财了！全都抓走，拉到奥莱国卖钱。这只灵猴不错，肯定能卖更多钱。抓住它，换了钱去买酒吃。他们是谁？为何要杀害山上的灵猴？狼吃羊，虎吃兔，猎人抓了猴子卖酒钱，此为大道循环，都是天命啊！我等虽不甘心，却也只能听天由命。谁让我们这些猴子天生羸弱，只能受人欺负呢？那他们又是谁？好像是神仙。听说神仙都很慈悲，愿意传授凡人法术。若是能得到法术的话，或许就用不着惧怕猎人了吧？好一双破妄神谋！刚一出生便搅得天地震动。若将来有圣人亲自指点，这先天道胎的石猴，怕是有晋升准圣的潜质。连大师兄都如此看好这石猴，那今日本座更要势在必得了。话不可说得太满，谁有资格收石猴为徒，还要看各自的手段。石猴，本座乃洪荒7圣之一，阐教教主元始天尊。本座欣赏你的资质，并赐你代持本座镇教之宝。
而且本座还要封你为亲传弟子，得此殊荣，你就偷着乐吧。哼，原来只是替你保管宝物啊！元始，你可真是越发的小气了。石猴，你若答应皈依我教，本座便将此宝送给你。本座还要赐你金身果位，并助你开宗立派，成就万佛之祖，如何？都好，都好。俺只想做神仙，谁是师傅无所谓。你这泼猴倒是贪心。本座这里有一本肉身成圣的功法，只要你答应入我阐教，本座便赐予你。成圣好，成圣好，那俺便做你徒弟吧。慢着，本座也有一物要送你。哼，现在才出手，怕是晚了点吧？除非你舍得送出诛仙4剑，否则这先天道胎的石猴便注定是本座的。收人收心，这么简单的道理，二师兄竟然不懂。哼，本座倒要看看你如何收心。猴子，皆因你不守天规戒律，桀骜难驯，连累了花果山的猴子猴孙。在你回来之前，本君就已率兵清剿了花果山一番。你要明白，那些猴子都是因你而死。为什么天庭就是不愿放过俺老孙？俺老孙知道，原来做神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如今俺只想回花果山做一个逍遥大王，但为何天庭总要苦苦相逼？猴头，天庭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不要说你一个下界的妖猴，就是这些天兵天将，哪个不是我阐教亲手送上封神榜的？他们也曾抱怨，他们也曾反抗，可结果还不是乖乖待在天上，做个循规蹈矩的神仙。好嚣张的娃娃，若不将此人亲手斩杀，难消我心头之恨。师兄，我随你一同前往阐教，若不将此人抹杀，恐怕会影响我等道心。不得放肆！别忘了师尊还在此地，若是有事，他老人家自会下令。何况影像才刚刚开始播放，何必这么早就下结论？既然这么多神仙都不愿意待在天上，那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反抗？俺老孙跟他们俩交过手，也不是很难对付。倘若我们一块儿造反，天庭如何拦得住我们？哎，大圣这就有所不知了。我等皆是失去肉身后被送入封神榜的神仙，根基早已断绝。虽然勉强保住了一些修为，但此生再也无缘道途了。换言之，我们这些封神榜的神仙都是半个残废，如何反抗得了天庭啊？放肆！尔等胆敢诋毁封神榜！师尊说过，你们这些截教弟子都是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原本你们根本没有资格染指道途，是封神给了你们成仙问道的机会，你们应当感恩戴德，而不是埋怨了10万年。哼，好一个成仙问道的机会！既然封神榜如此美好，你们阐教和西方教弟子为何无一人上榜？既然成仙这么好，你杨戬为何会跑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还有你哪吒，你也失去了肉身，太乙真人却将你的魂魄封存于莲藕之中。封神之后，你当真肉身成圣了吗？你给我闭嘴！你要去哪儿？嘿嘿，做神仙这件事，俺想再考虑考虑。俺可不想跟影像里放的那样，被一大群神仙追杀。哼，你不也听见？我阐教弟子并无一人上榜。你若入我阐教，本座定会保你无虞。可是俺是披毛戴角之辈，那3只眼说过，你可是最讨厌俺这种生灵了。若是去了你阐教，还不成天对俺冷眼相待呀？元始，贫道早就说过，这时候与你阐教无缘。小猴子，你不如皈依我西方教吧。我教最是讲究众生平等，绝不会对你另眼相待的。刚刚参加完蟠桃大会，就有好戏可看，不妨耽搁一会儿，看完了这出戏再回灵山，如何？我没看错吧？影像中的2只坐骑跟求手仙和灵牙仙长得好像啊！大师兄，你没看错，师尊的脸色也很难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师尊的随侍七仙竟然成了阐教弟子的胯下坐骑。这下咱们截教的脸可丢大了。
本座早就说过，披毛戴角之辈只配做胯下之物。不过你的2个随侍七仙倒是挺会挑主。那文殊道人和普贤道人可是我阐教的12金仙，本座一向很器重他们。你敢辱我弟子，找死！冯大驾，本座奉陪。真当本座杀不了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何物？这是神枪，魔祖罗侯的半生至宝，是神枪。先天第一杀伐之宝，怎会在你手中？天，可要考虑清楚。若铁了心用弑神枪对付本座，那本座就只能以先天至宝应对了。元始，你一定以为只有你和大师兄才有先天至宝，对吧？那本座今日就让诸位见识一下第3件先天至宝。想打架是吗？待封神亮节之时，老道让你们打个够。但现在，谁要是再敢出手，休怪老道不念同门之情。若封神亮节时，本座只需应对元始和阐教，我截教怎会落得个满门被灭的下场？现在本座算是明白了，我截教要应对的何止是阐教，而是4圣乃至5圣联手。不对，可能还有更坏的局面，道祖也会出手。也就是说，若没有应对6圣联手的实力，灭门便是注定的结局啊！师尊，快看，那影像当中还有意外之喜。这石猴竟是先天道台，难怪西方2圣都这么大一个圈子，也要将这猴子拉拢到我西方教来。话说洪荒万界中，但凡是个先天道台，最次也是准圣级别吧。唉，虽说当年封神之后，你我还有慈航道人都转投西方教门下，但我等终究不是先天道胎这类资质逆天之人，因此穷极一生都无缘大道。10万年了，西方教中只有燃灯道人勉强踏入了准圣境界，这也导致了西方教依旧是人才凋敝，没人能够挑起大梁啊。对了，前些日子师尊他老人家在玉虚宫开坛讲道，听说你又被拒之门外了。若非师尊念及旧情，我们这些投靠西方教的阐教弟子早就不知被抹杀了多少回了。被拒之门外而已，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搞得贫道都不知道该喜悦还是该担忧了。元始，你不妨听贫道一句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然拦不住，不如顺其自然，如何？滚！大师兄，你若想阻拦本座，我现在就出手，否则待会儿本座杀得兴起，我连你一块大杀。你这泼猴，莫非又后悔了？你是说西方众生平等？可俺看到的却是你将求手仙和灵牙仙当作胯下坐骑，俺也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披毛戴角之辈。倘若做神仙的代价就是成为他人的胯下之物，这神仙俺不做也罢。记住了我西方教，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你这王后如此任性妄为，且不服管教，今日本座便强行将你收服，并带回西方教好生管教，免得你将来为祸四方。哼，若不顺从便强行动手，好一个道貌岸然的西方2圣，2位如此行迹，反倒显得本座都仁慈了许多。既然诸位都想收这先天道胎的石猴为母，怎么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要说管教，也是本座先来，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2个说三道四？也罢，小猴子，你天资卓绝，乃是人人都要争抢的对象，选择谁做你的师傅，都是内人的福音。不过，贫道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乃是先天道胎，必遭人妒忌。若身后没有强大的靠山，只怕还未走出这花果山，便会有性命之忧啊！不错，
我要看这花果山山清水秀，便天真的以为洪荒万界就是一片祥和太平。若没有本座庇护，你连进入封神榜的资格都没有，还做什么灵明石猴？有名字了，俺有名字了，俺叫灵明石猴，多谢师尊赐俺名字。区区名字而已，若这就是你入我门下的理由，本座便提醒你一番。你刚才所看到的画面当中，那些被送入封神榜的神仙，都是本座的弟子。封神亮节将至，于本座和截教而言，必将经历一场血战。面对如此危局，你还愿意入我门下吗？俺虽刚出生不久，却也知道是师尊以10万年修为将俺点化。师尊赐俺名字，又将未来发生之事放给俺看，让俺知晓将来俺所面临的局面与今日截教无甚差别。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敌人，何不抱团取暖，共同御敌？这猴子的慧根也让我等望尘莫及呀！什么猴子？那是我截教万仙的小师弟，既是同门，以后说话要客气些。你既已入我门下，本座便再赐你一场造化。本座已将部分灵明石猴的记忆打入你识海当中，其中亦包含你未来所学功法、所修境界。若法器装备与你心意相通，或许还会有其他惊喜。不好了，大王！定海神针铁发生异变，似有脱离东海的迹象。带本大王过去看看。快追呀！这时候出世不过半日，便已成就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如此天资，最终却归截教所有，本座心有不甘呐！唉，先天道胎确实厉害，假以时日，截教又添一员准圣弟子，这对禅教和我西方教而言，可是极为不利啊！依我看，不如趁祸患尚未大成，将石猴抹杀，合我3圣之威。纵使通天教主有逆天改命的手段，也休想保住这石猴。马猴爷爷经常跟我们讲故事，传说山顶上的石头有一天会蹦出一只厉害的猴王，猴王会一直守护花果山的猴子猴孙，让我们不再受猎人和妖怪的欺负。你是那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王吗？那你的马猴爷爷有没有告诉你，跟着那只猴王，你们会有灭顶之灾的一天？什么是灭顶之灾？是不是被猎人抓走，或者被妖怪吃掉了？可是这种事情我们经常碰到啊，我连爸爸妈妈是谁都不知道呢。元始天尊说的没错，这花果山看似祥和太平，却有72洞妖王，山谷之外还有奥莱国，想必猎杀猴子猴孙的猎人便是来自此处。大哥哥，你好厉害啊！只一只眼就什么都知道了。你能把本领都交给我吗？等我学会了一身本领，就算没有猴王，我也能保护族人了。你想学，俺老孙教你便是。俺不光会教你，还要传授所有的猴子猴孙。不过保护族人这种事，等你长大了再说也不迟。现在嘛，就交给俺吧。对了，忘了告诉你，你的马猴爷爷讲的故事不是传说，俺就是那只猴王。师尊，弟子有一事相求。弟子不愿再见到影像中神仙屠戮猴子猴孙的结局，但弟子自知实力低微，无法与圣人抗衡，还望师尊助我。小师弟，你可知，若只需要救你一人，只要将你带回截教即可。以我截教的守护大阵，
就是圣人也休想硬闯。可若是为了这些猴子猴孙，便是要师尊独自留下，一人面对3圣。倘若老子也按耐不住，那便是师尊一人独占4圣了。这难度有多大？你想过没有？通天，想不到似你这般顽固之人，你教的大弟子多宝倒是活得比你通透。没错，你若是要死保石猴，便要做好与我3圣乃至4圣联手的局面。纵然你身怀众多至宝，你绝非是我等的对手。不如早早认栽，回你的碧游宫，做一个无能的师尊吧。你给本座记住，既然入了我截教，师尊便是你的靠山。欺辱本座弟子，当本座通天之名是摆设啊！今日本座就通一次天给你看。天道都在嫉妒这股大道鸿蒙诀，不尊天道，改修大道。通天，你可知其中凶险？无非就是遭天妒。今日本座便用一己之力斩杀4圣，本座倒要看看天道如何拦我。你简直就是个疯子！哼，说的容易，若只凭一部功法便可成就大道圣，你为何不早些修炼？何必要等到现在？哦，本座知道，你之所以不修炼这大道鸿蒙诀，是因为你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那一缕鸿蒙紫气。主人，能不能等本系统走完流程再动手啊？哼，啰嗦。天，你这又是何苦啊？纵然你有鸿蒙紫气加身，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就大道圣人。如今强行动手，你就不怕天道将你镇压？盘古就走过这条路，却最终遭到天道镇压，由此可以证明此道不通啊！罢了罢了，本座不为难石猴就是。通天，快收了你的神通吧！现在才知道求饶，晚了。本座乃通天教主，圣人见我也要惧我10分。诛仙剑阵。通天，住手！还不住手！竟如此轻易便将紫霄雷霆打散，道祖的手段果然深不可测。如果封神亮节有道祖出手，我截教还是难逃厄运啊！通天任性，你们4个也不懂事。亮节未至，即便有再多的魂魄，又有何用？封神榜尚未现世之前，尔等不可再造次了。通天，你乃洪荒7圣之一，应当知晓天命不可违，无非是舍弃一些弟子而已。本座可保证，无论封神结果如何，你的圣人果位依旧无人能够撼动。好了，莫要再任性了。记忆碎片已修复50%。二师兄，本座记得杨戬和哪吒皆是你阐教弟子，对吧？不错，杨戬和哪吒乃是我教4代弟子中的佼佼者。虽说资质上不如你刚说的石猴，却也是洪荒万界中难得的璞玉。将来封神亮节来临，本座还打算让他们大展身手一番。正好，正好，本座手中有些有趣的东西，不妨让他们也瞧上一瞧。哪吒，你眼前这位真人乃是阐教12金仙之一的太乙真人，这位则是在下阐教4代弟子杨戬，奉师傅玉鼎真人之命看护哪吒。师傅说过，哪吒乃极品先天灵宝混沌珠转世所化，
必定天资卓绝，断不可有失。不错，不错，确实是难得的璞玉。哪吒，你若要拜入贫道门下，需谨记，不可乱造杀孽。师尊曾经推演，你应杀劫而生，杀伐之心过重，若不加以控制，只怕会给洪荒万界带来灭顶之灾呀！哪吒，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磕头拜师！师傅在上。那是什么？哪吒，还我儿敖丙命来！哎呀，瞧你干的好事儿！太乙真人说你应杀劫而生，杀伐之心过重，若不加以控制，迟早会酿成大祸。为父却畏罪当真。如今想来，当初还不如一剑杀了你，或可免了我陈塘关百姓今日之苦。父亲，渣儿也是为民除害呀！你是渣儿的父亲，怎能忍心动手杀子？娘，那敖丙身为龙族，时常祸害渔民，更是纵容虾兵蟹将抓捕陈塘关百姓，用来果腹。在父亲眼里，那些因敖丙而死的人，难道就不是你要守护的百姓了？我为民除害，何错之有？反倒是你因惧怕四海龙王，便只能迁怒于我。今日之错，并非错在我杀死敖丙，而是错在我修为尚浅，便替人出头。放肆！为父身为陈塘关总兵，自然要守护一城百姓的安危。那海中水族何其强大，岂是我等凡人能够忤逆？只牺牲小部分人，便可换一城百姓永享太平，为父何错之有？啰里吧嗦，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你们负责分辨谁对谁错，本王只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靖，你只要将哪吒交出来，本王不仅即刻撤兵，还会继续庇护陈塘关百姓，永享风调雨顺。好，我交出哪吒。哈哈哈哈哈！师伯，哪吒是你的徒儿，你为何不让杨戬去救他？救自然要救，但不是现在。师伯，这是何意？师侄啊，你可知应杀劫而生究竟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若哪吒对任何人动杀心，都是被杀之人命该如此。这可不是什么狡辩之词，而是天道法则。而偏偏哪吒乃是混沌珠转世所化，天资绝顶。若有朝一日哪吒成就混元大罗，亦或者成就准圣，再或者成为圣人，该是有多恐怖呀！师伯的意思是，因为哪吒拥有特殊的体质，所以他活该死。话可不能说的这么难听，你应该说为洪荒万界的亿万生灵着想。我等修道之人有义务替天下苍生铲除灾祸。不过你放心，哪吒只是保不住肉身，以我阐教五花八门的还阳之法，想要帮助哪吒重塑一个金身还是不难的。只是可惜了这如此天资，日后怕是再无缘大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天上的影像是未来发生的事？哼，还用问吗？太乙真人的表情已经给出答案了。坏了，事情已经败露，只怕哪吒会反目，若他失去控制，定会影响封神亮劫。这可是大事，必须知会师尊一声。杨戬，你在此地看住哪吒，千万不要让他乱跑。云道去就来。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想不到那个嚣张的小哪吒，竟也有这般身不由己的经历。说起来，俺只是被众仙威胁，不得不上天做神仙，但哪吒却是遭同门背叛，被自己人卖了，还不自知呢。哼，阐教表面道貌岸然，内心却是这么多人心算计。说我们截教是批之辈，他们哪来的脸这么说这些话？赵师兄何必动怒？经过师尊爆料，只怕阐教内部必生大乱。若人心都不齐了，还有何余力参与封神亮劫？这对我等而言可是天大的好事。
师尊果然厉害，不动声色便可瓦解阐教。这下轮到元始天尊头疼了。弟子无能，还望师尊恕罪。那天空中的影像已经令哪吒动摇，只怕哪吒很难对我阐教心悦诚服，还请师尊拿主意，弟子该如何处置哪吒？混沌珠乃是本座的法宝，虽转世成为哪吒了灵智，但他仍是本座之物。如今他虽不适合参与封神亮劫，但杀劫体质还在。本座命你即刻回去哪吒肉身，以免日后酿成大祸。弟子明白。师尊，俺虽然不喜欢那个嚣张的小哪吒，但也看不惯不公之事。太乙真人回去必是加害小哪吒去了。俺既然知晓了此事，就断不能当作无事发生。修道者自当念头通达，若是太乙真人是你心魔，杀了也无妨。你若担心元始报复于你，本座自会出手。你只需放开手脚，做你该做的事。徒儿遵命。洪天，你敢当着本座的面教唆徒弟谋害我阐教弟子，你当本座聋吗？你能奈我何？夺宝赵公明，听命！弟子在。本座命你二人前去接应你们的小师弟，若有必要，你二人可协助齐天围杀太乙真人，至于后果，为师替你们担了。另外，替本座转告杨戬，他心中的疑惑，本座今日就替他解开。弟子遵命。洪天，在糊弄什么玄虚？杨戬，天尊有令，命你我二人即刻回去哪吒肉身，不得有误。可是哪吒并无过错，我怎能下此毒手？你若狠不下心来，那就只能由贫道动手了。俺早就看你们这群阐教弟子不爽了，吃俺一棒！杨戬，速速动手！天命难违，对不住了。好一个天命难违！当初岱山赶日劈山救母的杨戬，做的都是逆天命之事，怎么如今却将天命难违挂在嘴边了？我家师尊知晓你心中所想，特派遣贫道前来解你心中迷惑。那火苗影像中便有你想知道的答案。封神亮劫已经结束了，我也按照你的意思覆灭了截教，你为何还是不愿意放过我母亲？我的好外甥，此番封神之战你劳苦功高，朕的天庭能有如此这般的仙家齐聚的盛况，皆是拜你所赐。朕已经敕封你为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位列众仙之首，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你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些虚名，也不稀罕什么荣华富贵，我只想救出被你困在桃山之下的母亲。不识好歹的东西！你母亲身为上界仙女，却与低劣的凡人私通，纵然是朕的胞妹，也不能忤逆天条。而你本是凡人杨天佑的孽子，依照天条，应当将你和杨天佑一同抹杀。但朕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留你一命，已经是法外开恩，莫要再得寸进尺了。好一句低劣的凡人！这些高高在上的神仙，嘴上说着众生平等，却是下界生灵为低劣族群。即便天尊，也总是将披毛戴角之辈挂在嘴上，以此为借口打压截教万仙。你总说上界仙女不准凡人私通，可母亲宁愿不做神仙，选择做凡人，这有何不可？难道我等生来性命便由天定吗？哼，不错，你总算是说对了一次。朕不妨告诉你，在这洪荒万界之内，莫说是你，亦或是你母亲，哪怕是身为天庭之主的我，也要遵循天命难违，这便是天道。哼，又是天命难违。昊天，你的妹妹你不救，那就让我来救。只是这一次，我只求你不要再阻拦我。结果封神之后，仍是我一人去解救母亲吗？这么说来，劈山救母的传说是假的？你当真没救出母亲吗？那桃山之上有着一座极为强横的法阵，当年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伤及阵法分毫。我以为是当时的我修为尚浅，所以才奈何不得法阵。如今看来，其中另有隐情。你舅舅昊天不过就是道祖身边的道童吧？
再强能强到哪儿去？若你一人破不开那破阵法，便多叫几个人助你，我就不信打不穿。但愿如此吧。母亲，儿学成归来，今日便救你脱困。儿啊，别白费功夫了。娘比你更清楚那法阵是何来历，你莫要伤了自己。娘，你可能还不知道，儿子经历了封神亮劫，不仅学得八九玄功，更是肉身成圣。区区法阵有何难破？唉，我儿有出息了，娘甚是欣慰。不过娘自知罪孽深重，甘愿在这桃山之中受罪。你走吧，回天庭听你舅舅的话，做一个世人敬仰的清源妙道真君。不要再提昊天，儿子也没打算做什么狗屁神仙。待我将娘从桃山救出来，你我母子二人就去灌江口做咱们的逍遥散仙，岂不更好？怎么会这样？肉身成圣，为何还是奈何不得这法阵？唉，好徒啊，你这又是何苦啊？师傅，你来的正好，有你助我一臂之力，定能破得了昊天的法阵。你错了，这可不是什么昊天法阵，而是道祖也无法解开的天道法阵。也就是说，将你母亲镇压在这桃山之下的，并非昊天，而是天道啊！什么？母亲不过是思凡下界，虽然违逆天条，何至于惊动天道？徒儿，你太天真了。那天条本就是天道秩序，真要说起来，天庭不过就是维系天道秩序的执法者而已。与天道相比，昊天又算得了什么？你只以为昊天是个狠心的舅舅，是个无情的长兄，你却不知，当年他面对天道镇压云华女时，他要远比你绝望得多。云华，多年未见，你还在责怪兄长吗？兄长多虑了，小妹自知罪孽深重，被天道镇压在此处，与兄长无干。只是小妹心中始终放不下我儿，不能看着他长大，是小妹此生遗憾。这一点你可放心，做大哥保不住胞妹，但做舅舅，我定不会让杨戬受太多委屈。如今封神亮劫将至，元始天尊却要他奔赴战场，我身为天庭之主，虽不能直接干预亮劫，却可从暗中时刻庇护于他。待封神结束，我亦敕封杨戬为清源妙道显圣真君，让他远离庙堂，去灌江口做一个听调不听宣的逍遥神仙，如此也可让他不必参与洪荒圣人的算计当中。如此也好，只是苦了兄长，日后少不了要在杨戬面前装作一名不近人情的恶毒舅舅。不做恶毒舅舅，又如何能逼得杨戬远离庙堂呢？天命如此，你我只是苟活于天道之下的蝼蚁罢了。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至亲之人，不用再受你这般苦楚。你这三只眼，外表看着光鲜亮丽，想不到命比小哪吒还苦。俺和他不过是遭人算计，你得罪的却是天道。即便是俺也不知道这困局该如何破解了。杨戬失职，师门对你寄予厚望，将来封神之战还要你肩负重任，切不可受贼人蛊惑，乱了心神。可是我选择拜入阐教门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救出母亲。如今得知我所做的努力都不过是无用之功，你让我如何不乱心神？大爷，你们二人不是说那火苗影像可以解开杨戬心中的疑惑吗？你们看他的样子，分明是没解开，反而还加重了嘛。啊，哪吒说的没错呀，大师兄，师尊老人家这是何意啊？杨戬，你的困境来自天道，非圣人不可解。你若想救母，何不当面询问圣人？不忙赶路，俺且问问小哪吒，你的这个便宜师傅，你还要不要？你说呢？那就是不要了，那便借俺耍耍吧。师尊有命，让我二人助你一臂之力。哪里逃？哼，一毛带角之辈，
我朕毫无教养。明天应当尽早约束门下弟子，免得将来亮节到来时多人口实。弟子杨戬，恳求天尊救我母亲。杨戬，非是本座不救你母亲，而是他咎由自取。当初他忤逆天条，就应当想到有今日一劫。若人人都敢忤逆天条，还要天条做什么？日后天庭还如何以天条约束10000生灵？不错，天道将你的母亲镇压在桃山之下，那是他命中该有此劫。既是天命如此，你又何必庸人自扰？你前途无限，应该将心思放在修道上，而不是被这些俗事扰乱了心性。笑散了。俺虽然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却也知道知恩图报。那云华女生养杨戬，乃是天恩，在你等圣人眼里却成了俗事。莫非恩情在你们眼里是狗屁不成？放肆！我等圣人不受因果牵绊，自诞生之际便是天生地养，哪来的天恩？这泼猴，胆敢对圣人不敬，真当本座不敢打杀你！好一番歪理邪说！你和俺都是天生地养，但俺知道天地便是俺的父母，如何不是天恩？你们这些老不死的圣人，还不如俺呢！说得好，什么狗屁天命难违！你们既然想让杨戬替你们办事，却又不想给好处，只用一句天命难违就想打发了他，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你们只管说，这人你们是救还是不救？好，你们不救，小爷来救，不就是天道吗？你们不敢忤逆，我来忤逆。哪吒，你要做什么？二哥，你护我多年的恩情，今日我便回报于你。天道，你给小爷听着，我应杀劫而生，所杀之人皆是天命，我若杀你，也是天命，天道休死！师尊，哪吒修为尚浅，天到了紫霄雷霆，定会让他瞬间灰飞烟灭呀！那又如何？亮节将至，本座绝不能将法力浪费在他处。即便哪吒是本座的混沌珠转世所化，本座也只能忍痛割爱。要怪就只能怪这小子太过狂妄，竟敢以杀劫挑衅天道。若哪吒身死，将来封神之战会缺一员虎将，只怕徒增变数。哪吒是为我得罪天道，我岂能袖手旁观？杨戬，这是做什么？阐教人才济济，不缺杨戬一人，但杨戬不能坐视哪吒为我而死。况且救不出，竟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师尊以火苗影像强行更改了哪吒和杨戬的人生轨迹，应当是起了收服之心，可为何直到现在还一言不发？要知道他二人现在是性命垂危之际，只需施以援手，必定会让他们对师尊感恩戴德呀！引动天怒，这两个刺儿头还真会给我出难题呀！兄长，可是杨戬有难。唉，本想假装一个让杨戬讨厌的恶舅舅，只怕今日一过，这出戏便要演不下去了。哈哈哈哈哈哈！是你？为何不能是我？你二人，一个将来是朕的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个是朕的三坛海会大神，朕救你不在情理之中吗？理由还能再牵强一点吗？好吧，朕看天道不爽很久了，只是苦于修为尚浅，无法给老天捅个窟窿眼儿。朕打不过天道，便拿天怒发泄一番，这个理由如何？紫霄雷霆乃是天道神威，唯有圣人才能与之抗衡。昊天虽为天庭之主，却仅仅是刚步入准圣之境，如何抵挡得住紫霄雷霆？诸位圣人难道连天庭之主也不帮衬一下吗？哼，帮怎么帮？那可是天道，我等圣人也要遵循天道法则。若贸然出手，岂不是忤逆天道？这昊天做了天庭之主，还如此冒失，为了区区杨戬和哪吒，竟然以身犯险。可是他毕竟是天庭之主，封神之后还要以天庭为尊，重整洪荒秩序。若昊天出了事，我们岂不是要白忙活一场？
无妨，本座身边有2名道童，一为昊天，2为瑶池。若其中一个不听规训，肆意妄为，换一个上位便是。天庭之主未必不能是女帝。云华，青港怕是救不了你了。有本座在，言道休想伤你。道祖无需更换女帝，既然我天生叛逆，这忤逆天道的事，不妨交给我来做，如何？敢问道祖，那封神榜不管在谁手上，是否都能封神上榜？不错，但封神榜乃天地至宝，自然孕育。如今到底在何处，只有天道知晓。你即便想提前抢夺，也绝无可能，此物只会出现在有缘人手里。好一个有缘者得之，有道祖这句话，本座就放心了。明白，本系统这就将封神榜交给主人。为天道圣人宣告洪荒万界，谅解已至，截教万仙听令，诛杀阐教弟子。天地不仁，天道不公，你2人可愿随本座闹上一闹，将那天捅个窟窿？我为阐教弟子，怎敢背叛师门？但母亲却为天道所镇压。若要救出母亲，唯有打破天道秩序，重造天条。纵然前路凶险万分，只要能救出母亲，杨戬甘愿粉身碎骨，虽死无憾。无知，竟敢妄图重改天条！哼，既然你执迷不悟，那便由着你去吧。只是你这一身修为，怕是要白白浪费了。哼哼，废话连篇。堂堂圣人竟与李靖一般懦弱，不过是将四海龙王换成天道，你们便怕这怕那，大不了就是赔上一条性命罢了，有何惧哉？好一个赔上一条性命罢了！既有如此决心，本座便再赐你2人一场造化。你不必急着害怕，等小爷报了水淹陈塘关的仇，再回来寻你。即便肉身成圣又如何？依旧奈何不得桃山上的法阵。唉，想要救出你母亲，只有借助圣人的无边法力，才有可能做到。但洪荒七圣之间亦有高低，此事还需道祖出手。记忆碎片已修复60%。你若将希望寄托在道祖身上，本座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你若不信，本座手中的火苗影像可为你解惑。道童、昊天、瑶池听旨，本座欲重建天庭，整肃洪荒万界，命你2人执掌天庭，号令众仙。谨遵道祖法旨，但如今天庭破败不堪，并无神仙居住，弟子要如何重建天庭，还请道祖示下。不必担心，待封神亮节开启之日，自会有一批神仙送入天庭。我若为道祖尽心办事，可否抵消我胞妹云华女的罪孽，将她从桃山之下释放出来？昊天，你跟随本座已有不知多少个会员，原以为如此漫长的修行长河已令你心智坚定，却不想在封神大事之下，你竟将心思放在这种小事上，着实令本座失望。你胞妹的事情，等封神亮节结束之后再说不迟。弟子定会竭尽全力重建天庭，不负道祖所托。为何骗我？你明明答应过我，封神之后便会与我商定释放云华女，你怎能言而无信？放肆！昊天，不要以为你如今已是天庭之主，便可在本座面前张狂。为了云华女，你若胆敢忤逆天道，本座不介意换一个人来做天庭之主。天道又是天道，是否是天道的意思，还不是你道祖说了算？不要以为你以云华女做要挟，
逼迫我听命于你，我全然不知。我只问你，若我以封神亮节的无量功德抵消云华女的罪孽，此事你到底答不答应？你的意思是你要放弃天庭之主，还有那无量功德，就为了一个女人？她是我胞妹，不是路边陌生的路人。每当杨戬求我放过她母亲时，我只能装作一个恶毒的舅舅，其实为了掩饰我只是一个无能的兄长。这等感受，你这位高高在上的道祖岂能明白？愚昧，情义与时间长河相比，算得了什么？天道亘古，尔等不醉心于修行，却总被这些七情六欲牵绊，难怪至今还是如此不堪。你还有杨戬，亦或者被本座混在紫霄宫中的他，为何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你心智如此不坚，本座不忍心看你一身10000年修为毁于一旦，不如就让本座替你铲除了心魔，日后安心做你的天庭之主去吧。红军，你弟子遵命。亲，你竟然独自承受了这么多。不过你扮演的恶毒舅舅，却是骗了我许多年啊！哼，恶毒舅舅这个角色也不全是演。若没有你和你爹杨天佑，我胞妹又怎么会吃这么多苦？只是杨天佑死得早，我便只能将一部分怒火转嫁到你身上罢了。想不到连道祖都是谎话连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俺原以为昊天身为天庭之主，已是地位非凡的存在，可结果连他也是任人摆布的棋子。这洪荒万界之内，果然只有圣人才是超脱一切的存在吗？也不尽然，圣人最强，但也要受到天道法则约束。纵然圣人不死不灭，举手投足之间亦能重塑洪荒，但就像道祖和元始天尊说的那样，若是敢忤逆天道，只怕一样要沦落到盘古那般生死道消的下场。啊，那天道到底是何种存在啊？都说他无神无相，却又无处不在，难道我等洪荒亿万生灵就真的无法反抗天道吗？反抗？若是能反抗，你以为道祖和元始那般野心勃勃的圣人会不想反抗吗？难说，倘若天道也是一名活生生的生灵，似道祖那般通天彻地的强者，便是1人之下，1万人之上。他是既得利益者，又怎会舍得放弃利益反抗天道？小师弟果然悟性极高，似道祖、元始天尊那般既得利益者不舍得反抗，而我等因封神亮节导致利益受损的，却是不得不反抗。如此说来，与我结教万仙，有着同样机遇者，可是大有人在。昊天不就是其中之一吗？道同昊天，恳请道祖助我营救云华女。如若不然，不然怎样？莫非你还想站在截教那边扰乱亮节不成？哼，有何不可？说到底，封神乃是将一群洪荒散修送去天庭做神仙，而我作为天庭之主，难道连选择臣子的权利都没有吗？昊天，你要将我阐教弟子送上封神榜吗？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不过是道祖身边一个小小的道童，一时得势才坐上天庭之主吧。若是太过得意忘形，本座定不饶你。昊天自始至终都未曾忘记过自己的身份，何须天尊提醒？若非通天一影像令我醒悟，只怕我还要做10年的提线木偶。今日我谁也不是，我只为自己而活，纵然拼得生死道消，只求无憾。太乙，速速招来12金仙，赶往桃山，谁都可以有失，但昊天与封神亮节关系重大，不能有失。水淹陈塘关的仇，小爷已经找这4条老龙报。太爷，你的脖子洗干净了吗？小哪吒好大的杀心，凡是跟他有仇的，不是喊打就是喊杀，下手也是毫不留情啊。这便是因杀劫而生的恐怖之处。哪吒若要杀你，那是替天行道；你若是要找哪吒报仇，也是逆天而行。他这是出生便自带杀劫大道啊！难怪元始天尊非要将哪吒送入封神战场，用他对付截教万仙。若是哪吒站在阐教那边，我等岂不是做任何事情都是逆天而行？哪吒，你当真以为贫道怕你不成？我胸中有武器，顶上有3花，来修炼1万年的阐教12金仙，我只是不屑与你动手罢了。
小爷修炼不到1天，有什么本事我也不知道，但打你一个老头还是不成问题的。少是废话，去死！不好，这哪吒受通天电波，早已不似陈塘关时那般孱弱。如今想要镇压他，只有燃灯道人的黄金玲珑塔方能奏效。燃灯救我！切，阐教之人竟是以多欺少的狡诈之徒。小哪吒，俺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何处？竟然汇聚了这么多圣人？那石猴又是谁？怎么从未见过？不贤，你有没有察觉天尊似是对我俩有些许杀意？何止是你我，天尊似是对燃灯道人也颇有不满。奇怪，我们做错过什么事情吗？贫道看三位与我西方教有缘，封神结束之后，三位可愿皈依我教？师弟切勿动怒，既然你已知晓，日后你教弟子会背叛师门。如今多加提防就是了，这对你而言可是好事一桩啊！哼，说得轻巧，本座苦心栽培的弟子，却背着本座生出二心，到头来本座却不知他们为何叛教，你让我如何放心？自然是与我教有缘，因果这东西乃是命中注定，即便是圣人想要改变命数，也绝无可能。依我看，你不如顺其自然，将这几位徒儿交给本座，如何？记忆碎片已修复70%。本座就这般可笑吗？你不是想知道燃灯他们为何要叛教吗？看完你便知道了。面对圣人却不退让，这般心性也是难得。多宝，也不枉你师尊通天教主苦心栽培你，但此番封神大战，邪教满门覆灭，乃是命中注定，你又何必苦苦支撑？你也知道多宝有今日，乃是我家师尊苦心栽培的结果。邪教虽然已是千疮百孔，结果尚未到来，我岂能弃师尊于不顾？废话少说，纵使是圣人，多宝的结局也不过是生死道消罢了。但你若想让多宝跪地求饶，那是万万不能。好骨气，心性这般坚定，确实值得老道将重任托付于你。老道说过，邪教满门被灭已成定局，即使是你师尊也无力扭转乾坤。虽说此战之后封神亮节就算是结束了，但真正的利益瓜分却才刚刚开始。你难道就不想为你师尊扳回一城吗？邪教都已覆灭，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休想用花言巧语骗我投降。也罢，老道便说得再清楚明白一点。我且问你，此战之后谁将获益更大？你若想不明白，就仔细想想。虽说封神之战，除道祖之外，乃至女娲都参与其中，但真正享有胜利果实的是谁？这还用说？自然是元始天尊和阐教，其次便是西方教。我截教万仙中有不少门人，都是接引和准提强行掳走的。此战过后，西方教必定壮大。难道说你想从中作梗？老道将西出函谷，化胡为佛，你则以灵山为根基，创立释教。从此以后，如为多宝如来。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释教之中只有我一人，如何同时削弱了阐教和西方教？自然是老道助你。燃灯道人为阐教副教主，实力非凡，做你教万佛之祖。如何？12金仙为阐教中流砥柱，选出几人做释教根基如何？还有接引和准提督祖的截教弟子，如九鼠仙、灵牙仙做你的耳目，怎样？若是天尊真能说到做到，多宝愿意助你一臂之力。通天，你这是坏我的好事啊！听大师兄的意思，你早就有此意。老子，本座如此信任你，却暗中耍些阴谋手段。要不是通天爆料，只怕真会让你的阴谋得逞了。我二人辛辛苦苦从西方赶来相助你们应对封神大劫，这好处还没捞着多少，
却先被你算计了，真是让人心寒呐！难怪文殊道人和普贤道人投靠了西方教，原来是老子暗中谋划的结果。哈哈，依照老子的意思，若要削弱阐教，只是拐走3个人的不够。真想看看灵山睡觉中还有多少阐教弟子。想看还不简单，让大师兄直接创教就是了。既然老子的目的是削弱阐教和西方教，他自会出手。圣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就让他们头疼去吧。好主意，反正这世道已经够乱了，让他再乱一点又有何妨？吾以大乘法力开辟灵山，创立释教，无为多宝如来，有缘者皆可入教。这多宝真是把老道架在火上烤啊！他这一创教，我若是不帮他，多年的心血将付诸东流。可我若是帮他，便要当面得罪元始天尊和西方二圣，这可如何是好？大师兄若是为难，本座倒是可以助你。火苗，继续播放画面。今日听天尊讲道，受益匪浅，但不知天尊为何特意将我4人留下。这是通天教主的宝物。我记得封神之战时，赵公明正是利用这24颗定海神珠，挫败了燃灯道人。以你的法力和修为，竟然不敌赵公明，可见此宝的厉害。岂止是挫败啊，简直是丢人现眼！当时贫道可是被赵公明打得抱头鼠窜，以后还是莫要再提此事了。不错，我倒是听说这24颗定海神珠内有乾坤，似是隐藏着24诸天，不知传说可否属实啊？此话不假，若是能演化24诸天，将功德无量，晋升准圣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此宝被天尊所得，那便是天尊的机缘，不知为何要说给我4个阐教弟子？你是明知故问，不过既然你问了，老子也不再绕弯子了。我欲将此宝赐予你，还要助你演化24诸天，帮你成就那梦寐以求的准圣境界。哦，此话当真？天尊千万不要诓骗我呀！但是老道费了这么多心血助你提升，你也要答应老道一个条件。唉，我就知道不会这么容易。我要你们4人背叛阐教，皈依释教。师伯可知你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吗？我等接受师尊点化之恩，方才有今日。师伯却要我等背叛阐教，投靠一个从未听说过的释教，莫非师伯将我等当作无情无义之人？今日我等全当没听见，日后也不会再提及，还望师伯好自为之。你应该不似他们这般迂腐吧？我虽不知施教是何教派，但若天尊能助我成就准圣境界，于我而言乃是天大机缘。我便是脱离阐教，又当如何呢？燃灯，你怎敢如此？师尊如此器重你，令你做阐教副教主，你就是如此报答师尊知遇之恩的。虽说准圣境界确实是我等梦寐以求的，但如今阐教势大，资源丰足，未必就不能助你成就准圣，何苦要选择背叛这条路？此事若是被师尊知晓，你可知后果？燃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啊。我随元始天尊修行1万年之久，也不过是区区大罗金仙，纵然地位崇高，
为世人眼中的阐教副教主，但修为境界却已不知停滞不前了多少岁月。在那封神之战时，我本以为自己就算不能横扫八荒，也是万中无一的强者。可当面对赵公明和他手中的24定海神珠时，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在这洪荒万界中，天资强如我者众多，不如我者才是少数啊。不错不错，你起码比旁人更有自知之明。唉，我等修道之人，谁不知道唯有圣人方能不死不灭？若此生不能触摸此道，我这1万年的苦修，岂不全成了过眼云烟？纵使叛教又如何？若能成就大道，我便做他一回叛徒。老道今日便祝你成就准圣，圆了你的大道之梦。成了，贫道成了！1万年呐，贫道苦等了这许多个岁月，终究是达成了梦寐以求的准圣之境啊！恭喜恭喜！今日遗招得到，你便是我阐教当之无愧的副教主了。是啊，若是师尊知晓此事，定会在阐教大摆贺宴，巍然登庆宫。也不知我等何时才能有这般夺天地造化的机缘，只怕即便再修炼个1万年，连准圣的边缘都触摸不到。何必再等1万年？贫道这一场造化，不正是天尊所赐吗？只要你们3人答应天尊，皈依释教，我敢说，你们的机缘马上就会到来。然的，你当真要背叛阐教，加入那名不见经传的释教？我可听说释教的教主正是截教大弟子多宝，如今他化身多宝如来，盘踞西方灵山，门下弟子只有寥寥几人，当真是孱弱不堪啊！想不到截教还有余孽逃离出来。既然知晓他龟缩在灵山，我等何不速速前去将他绞杀？说得对，封神之战时，我等可是奔着将截教万仙赶尽杀绝去的。那多宝又是通天教主的大弟子，在截教万仙中声望极高，若留着他，岂不是有让截教卷土重来的风险？诸位多虑了，那多宝如今已成多宝如来，在西方灵山创立释教，乃是受老道点化的结果。诸位不信多宝，难道还信不过老道我吗？此行不敢，只是我有一事不明。天尊在封神之战中，可没少对截教万仙下死手，只怕多宝恨你都来不及。为何天尊会帮助一个仇人创立教门？难道天尊就不怕养虎为患？在圣人面前谈及养虎为患，老道不妨跟你们直说了。我助多宝创立释教，便是为了削弱阐教和西方教。截教被灭，阐教一家独大，西方教也远比我人教强大100倍。诸位当真以为老道会任由2家壮大而无动于衷？今日老道将心声吐露给你们听，便是打定主意将诸位收入释教门下。若是不从，老道也可使用一些非常手段。莫要以为老道只讲无为而治，便忘了我才是3清之首，道祖之下第一圣人。是了，3清之首老子平时低调惯了，以至于很多人都下意识地无视他的存在。
加上他脾气好，便理所当然的以为他好说话。可事实上，他才是红军之下第一人呐！以圣人的手段，老子当面说出真心话时，就已经是结局已定。除非燃灯道人他们不想活了，否则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违抗老子的命令。不愧是圣人，先是利诱，再是威逼，根本由不得燃灯道人他们不答应。如此一来，大师兄的视角便一下子多了4位强者坐镇，日后再壮大几分，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跟天庭分庭抗礼了。只有燃灯道人这4个人入我视教，仅仅是恶心一下元始天尊而已。阐教强者众多，光是燃灯级别的强者就不止1手之数，何况还有12金仙。大师兄说的极是，南极仙翁和云中子也不弱的。大师兄，当真是好算计！我担心我教做大，可以明说，犯不着背地里耍阴谋诡计。你若对我西方教有何不满，也可以明说。我2人大老远从西方过来帮助你们入境，就算过程中捞了点好处回去，也不至于被你记恨吗？老道的阴谋诡计，只对有心者施展。倘若你门下弟子当真心无杂念，又怎会中老道的计谋？哼！若不从，怕是性命都要不保。你叫他们如何心无杂念？是连为你阐教而死都不敢，还敢说对你忠心？老道帮你带走几个心怀异心的弟子，你应当感谢老道才是。妖言惑众！老子不念你是3清之首，我本是一家，要再耍手段，否则就算你是大师兄，我也定不饶你。老道倒要看看你如何不饶我。洪天，这就是你想要的？让同门相残，好坐收渔翁之利？哼！若不相残，我截教又如何在圣人的围追堵截中逆天改命？本座记得道祖说过，即使截教没了，也会保住本座的圣人骨位。道祖可否告诉本座，这句话中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洪天，你太放肆了，竟敢质疑道祖！以道祖的修为，又何必要骗你？洪天，你当真是不可理喻。如今玄门内部已经是毫无信任可言了，这对我西方教而言，可是天大的好机会。玄门越乱，我西方教便可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师尊为何会突然质问道祖？莫非其中还有我等参不透的玄机？本座所言句句属实，只要你将封神榜交出来，至此绝不参与封神之战，本座保证绝不为难于你。直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实话吗？那本座便让世人看清你的嘴脸。啊！秋手仙、灵牙仙和长耳定光仙，不是受西方2圣点化，皈依西方教了吗？他们为何会在此处啊？我等受天尊指引，如今已是释教弟子。不光是我3人，当初被西方2圣带走的众多截教弟子，也都已皈依释教。现如今，西方教已成空壳，岂不是说西方2圣空欢喜一场？西方2圣怎可能善罢甘休啊？这一点诸位大可以放心。那西方2圣虽为圣人，但无论实力还是地位，哪里比得上咱们眼前这位天尊呢？退1万步来讲，即便西方2圣气不过，
铁了心来我东方世界大闹一番，天尊也能将他二人拒之门外。好一个响亮的马屁！那九首仙和灵牙仙出现在这里，贫道还能理解。可你一个三姓家奴，有何面目与我等平起平坐？普贤道人，你这是何意？多宝，你恐怕还不知道吧？截教的万仙大阵之所以被我三教轻易攻破，长耳定光仙功不可没。若是没有他主动投靠，并顺走了通天教主的六魂幡，只怕决战还要造成更多伤亡。就这一点上，我等对长耳定光仙并无太多怨言。但他选择投靠我阐教之后，便转而找上西方二圣，三姓家奴之名，他当之无愧。难怪当初万仙大阵那般轻易就被阐教破解，亏师尊如此信任你。长耳定光仙，真是害得师门好惨呐！大师兄，你拦我做什么？今日我若是不砍了这个叛徒，如何对得起师尊他老人家？截教已覆灭，即便师尊也无力回天。如今释教刚刚建立，正是用人之际，不如留着长耳定光仙将功折罪。哼，大师兄，你可知师尊现在的处境？据我所知，封神之战后，道祖亲自出手阻止了浩劫，并将师尊带回了紫霄宫中，命师尊闭门思过。大师兄啊，你被骗了！师尊哪是闭门思过呀，分明就是遭到道祖镇压。此事我等全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啊！怎么可能？师尊纵然有错，但他毕竟是天道圣人，又是道祖爱徒，怎么以镇压天道圣人作为结局？封神决战时，已被老道放置在玄都的桃园中，自然不知后续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截教眼看即将覆灭，通天不仅命长耳定光仙以六魂幡咒死四圣和姜子牙。待长耳定光仙携六魂幡逃离截教后，通天更是发了疯的打碎地火水风，意图重塑洪荒。那时老道元始天尊与西方二圣联手阻止通天，却还是引发了洪荒万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灾。如今的洪荒已破碎不堪，万界更是十不存一，唯有三界和其中生灵未曾受太多波及，而其他大千世界的亿万生灵都因通天而死啊！也是那一战，令我深知圣人之威不可触怒，幸得道祖及时现身阻止通天，否则莫说三界了，只怕洪荒万界都要毁在通天手上。除非再来一次盘古开天，否则这天地之间还能存活的生灵，便只有洪荒七圣了。那师尊现在处境如何？没人知道道祖将通天带回紫霄宫后如何处置他的。即便是老道，也只听道祖随口提了一嘴，似是以非常之法将通天镇压在了紫霄宫下面，而这非常之法恐怕是比陨圣丹更加恐怖的存在，也是唯一能将不死不灭与天道同寿的圣人抹杀的手段。大师兄，天尊说的能将天道圣人抹杀的东西是什么？谁都知道天道圣人与天地同寿，不死不灭。我甚至连陨圣丹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想到陨圣丹竟然真的存在，
倘若这等传说中的奇毒当真存在于世间，岂不是说我等天道圣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不死不灭？老子说，那陨圣丹乃是道祖用来镇压通天的手段。若此话当真，这奇毒便只有道祖才有。想要知晓真相，直接问他便是了。弟子元始敢问道祖，陨圣丹真的存在？既然尔等都已经知晓陨圣丹的存在，本座再隐瞒也是无用。不错，陨圣丹并非传说，而本座手中便恰好有3颗陨圣丹，3颗。哼，道祖隐藏的好深啊！若非本座有火苗影像，说出了未来中的真相，道祖怕是要一直隐瞒到最后才拿出来吧。本座猜的没错的话，3颗陨圣丹便是留给我三清的，对吗？本座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正如那影像中所说的那样，将你通天逼到山穷水尽时，你定会不择手段为你门下弟子报仇雪恨，以你天道圣人的手段，只消片刻，便可将洪荒万界毁于一旦。本座岂能不留上一手，以防关键时刻做出限制？可是封神亮节乃是道祖暗中主导，弟子所作所为皆是受道祖指引，为何连本座也要遭到算计？莫非在道祖眼中，无论是通天还是老子，亦或者是本座，都只是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棋子吗？真是一出好戏呀！一群通天彻地的圣人，到头来也摆脱不掉人心算计。师尊这一手将未来之事提前透露，竟然将道祖打成了众叛亲离。通天从何处得到这些未来影像？明明天道已经屏蔽了天机，就算是本座都无法窥探。通天这一手闹得人尽皆知，只怕封神亮节没法进行下去了。弟子见燃灯率领12金仙赶往此处，担心阐教之人耍什么阴谋诡计，索性带人赶来。既然师尊和诸位师兄弟没事，弟子也就放心了。我可以肯定，师尊和大师兄都对长耳定光仙产生了极强的杀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尊为何这样看着我？莫非是我星象阐教的想法暴露了？不可能啊！我从未对第二人提起过此事，顶多就是心里想想罢了。除非师尊和大师兄会读心术，否则绝不可能暴露啊！长耳定光仙，本座命你带食的6魂幡，可还在你身上？师尊托付弟子看管的宝物，弟子怎敢有失？做得很好，现在将6魂幡交给本座吧。师尊有命，弟子岂敢不从？只是弟子有一事不明，还望师尊为弟子解惑。敢问师尊，弟子一直将6魂幡保管得很好，为何师尊突然向弟子索要？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儿，非要用到6魂幡不可？本座命你交出6魂幡，你却问东问西，这又是为何？莫非你心怀二心，想以6魂幡作为筹码，投靠阐教不成？冤枉啊！弟子对师尊一直忠心耿耿，怎会叛教啊？一定是哪个小人在背后污蔑弟子，还望师尊明察，为弟子讨回公道啊！你这只老兔子演的也太假了，就连俺都能看出来你心虚了，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不成？你是何人，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本仙知道了，定是你在我家师尊面前污蔑于我，得杀了你，以泄我心头之恨。
用本座的法宝杀本座的弟子长耳定光仙，你一再忤逆本座，令本座大为不爽。你这条命便不用再活了吧。师尊听信小人谗言，便对弟子痛下杀手，难道不怕寒了师兄弟们的心吗？哼，事到如今，你还是不愿承认吗？也好，那本座便让你死个明白。不错不错，你将六魂幡到来，交给本座，便是大功一件。封神之战后，本座自会重重赏赐于你。多谢天尊。不过弟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天尊答应。本座说过，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封神之战结束。你盗取六魂幡，导致万仙大阵失去重要的阵营，确实是大功一件。但在本座眼中，你不过是个为一己私利，连师门都可以背叛的小人。你有何资格跟本座提要求？可是若没有我盗取六魂幡，以通天教主和截教万仙的实力，即便四圣联手，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天大的功德，也抵消不了背叛之名吗？背叛就是背叛，什么狗屁天下苍生，什么无量功德，你若真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何早不投靠，晚不投靠，偏偏在截教即将覆灭的时候选择背叛？当你选择背叛的那一刻，你是否想过，你师尊通天是如何善待你的？你的同门师兄弟又是如何待你的？哼！你一句天下苍生，便抛下同门，任由他们受尽欺凌，最终枉死，却活得逍遥自在。倘若你真如自己嘴上说的那般心善，现在就立刻自裁谢罪，将六魂幡留下，你可以滚了。本座的阐教皆是精英，绝不会收留一个叛徒。长耳定光仙，亏得师尊如此疼爱你，奉你为随侍七仙之一，还将六魂幡赐予了你，让你代管。你就是这样报答师尊的？天尊救我！六魂幡在我手上，若天尊救我，我便将此宝送给你。你不是自诩善人吗？怎么还会如此惜命？为了活命，你竟然公然叛教！你当真以为只要交出六魂幡，自己就不用死了吗？小仙知道我此番行径令人不齿，和我修行多年实属不易。若是连命都没有了，那才是什么都没了。所以只要能让我活命，让我做什么都行。本座虽然与通天不和，也十分忌惮那六魂幡，绝不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你若是想活命，还是求别人吧。若是不知未来影像中的内情，本座还真想强行收了这长耳定光仙。即便不为了他这个人，光是六魂幡就值得冒险了。可现在嘛，这小子可是个烫手山芋啊！别看封神之战闹得僵，说到底，三清本是一家，就算是道祖算计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也不答应。何况长耳定光仙只是一个资质低微的兔眼儿，这笔买卖不划算呢。这可是六魂幡呐！只要将姓名写在幡上，纵然他是圣人，7日之后也要身死道消。此等难得的煞气至宝，诸位当真不心动吗？卖不出去了吧？即便是圣人都知道，为了你一个背叛者得罪咱家师尊，也是得不偿失。你已无路可走，不如闭上眼睛，乖乖等死。你放心，不会太疼的，说不定只是一瞬间的疼痛而已，很快就结束了。不，我不能死！我修行多年，几经辛苦才拜入截教门下，不知历练了多少年，才封为随侍7仙之一。我资质不高，全凭自身努力，方有今日成就。你们这些出生便是先天生灵的天才，岂能明白我等凡胎的苦难？
我不甘心，这一生苦修得来的修为不能就这么消散了。哼！真不敢相信，成儿丁光仙就这么轻易的死在通天教主手里。好在六魂幡并未被通天教主收走，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此等煞气至宝，绝不能再返回截教，务必将它抢到手。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要命啊，都敢当着通天的面抢夺截教的保护了。也就是仗着元始天尊在场，否则就凭通天的脾气，一瞬之间便可将这群禅教弟子悉数抹杀。六魂幡乃是我教对抗人教禅教西方教的最后手段，绝不能让给禅教弟子。诸位，随我杀过去，抢夺六魂幡！通天，尔敢如此？只差一点，我等便要随那燃灯道人而去了。圣人之威果然可怕，我等修行亿万载，竟连圣人的随手一击都抵挡不住。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何为圣人之下皆蝼蚁。原以为有师尊在此，通天教主至少会有所忌惮，应该不会亲自下场，而是叫弟子与我等争抢六魂幡。可结果我等都错，通天教主是奔着将我等全部抹杀来的。这一次我二人又猜错了，通天是真的疯了。他就算是不在乎元始天尊，也该对道祖有所忌惮。结果他下起手来竟然如此果断，可怜了燃灯啊，死得不明不白。通天，身为天道圣人，竟对小辈动手，擅杀的还是我教副教主，该当何罪？通天，你这次的确过分了，几个小辈也值得你亲自动手，这不是坏了规矩吗？哼哼，规矩，封神榜在本座手中，本座便是规矩。况且就你二人，也有脸说本座以大欺小，坏了规矩？真当本座不知你二人在封神亮节中对我门下弟子所做的那些苟且之事吗？师尊一定是提前知晓了封神亮节中发生的大事，所以才如此愤怒。但究竟是何事，令师尊宁愿一人战4胜，也要冒着天大的风险？刚才师尊说过，以大欺小并非是由他开始的。我猜，真正的封神亮节日是其他圣人率先下场，这才是令截教满门被灭的原因。圣人围攻吗？一个圣人就如此可怕了，若是4胜齐出，该有多么惊天动地啊！通天，我要血口喷人！封神之战不过是一群小辈之间的冲突，即便战况如何惨烈，我等圣人都不该出手，否则天地崩坏都是最轻的结果，只怕地火水风都要重复。听你的意思，不光是老道和元始对你截教弟子出手了，就连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也下场了。4胜齐出，再加上你，便是5胜。你可知5胜交手的神威有多么恐怖吗？那是洪荒万界都要消亡的程度。你们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既然如此，本座便将证据完整的放在你们眼前，让洪荒亿万生灵见识一下圣人厚起脸皮来会有多么不要脸！大胆三小，竟敢以酒去黄河镇，重伤本座多名弟子，还将他们胸中武器顶上3花全部削掉，此等罪孽，本座岂能饶了你们？兄长赵公明死于路亚道人之手，我为兄长报仇，有何不可？倒是你们为了对付我3姐妹，几乎将阐教12金仙全部派出，结果都败于我姐妹之手。你们打不过我们，便直接派2位天尊前来，当真是好不要脸！2位天尊亲自下场对付我们3个小辈，传出去也不怕世人笑掉大牙。倘若我家师尊知晓你们以圣人之位下凡参战，只怕这场封神之战马上就要变成圣人之间的斗法了。你们可知这是什么性质吗？2位姐姐，我们今天会死在这里吗？
小妹不怕，大姐就是拼的这一身修为不要，也会混你周全。待会我和大姐一九曲黄河阵，阻挠老子和元始天尊，你则趁机逃离此地，务必回到碧游宫，将今日的遭遇说与师尊听，让师尊知晓这两个老不死的究竟有多不要脸。放肆！尔等助纣为虐，残害苍生，老道今日便替天行道。二妹，你我合力维持九曲黄河阵，寻找时机将三妹送出战场。我不走，就算要死，我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三妹听话，你应当知晓，这场激战对我们姐妹而言已无退路，但师尊必须知晓二圣已经下场，直接参与封神之战，也好让师尊和截教同门有所应对。二妹，将他送走。今日谁都走不了，尔等对我门下弟子所做，本座要你们加倍偿还。不自量力！云霄和琼霄已经伏法，还要负隅顽抗吗？找死！元始天尊，还我两个妹妹的性命来！大哥，我们在这里呢，你所看到的只是未来的影像。对，这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若未来无法更改，你们三人岂不是要像画面中那般死状凄惨无比？唉，是大哥没用，连累了你们。谁说未来无法更改？本座今日所做之事，不光是为了更改未来，更是要彻底终结封神亮节。哪怕是为了你们不再像三霄那样惨死，本座也要逆天改命。都说阐教弟子个个是精英，可贫道看到的却是12金仙皆败于三霄之手，而你和老子身为圣人，却只能下场为弟子报私仇，贫道都替你二人感到羞耻啊！那12金仙放在你阐教，简直是暴殄天物，不如顺从天意，让文殊道人他们跟本座回西方教，如何？你们二人给本座闭嘴！原本封神之战便是我三家内部的纷争，你们两个从西方来的圣人跟着瞎掺和什么？就算本座为弟子报仇，那又如何？在这洪荒万界中，谁的拳头大，谁是赢家？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用不着你们替本座操心。哼，元始，你莫要猖狂。那封神榜此刻在通天手上，封神之战谁输谁赢，还难说得很。若是将贫道逼急了，贫道不介意与通天联手，到时你别后悔。通天，我西方二圣可不像老子和元始天尊那般无耻，只要你答应我二人，封神之后将无量功德分我西方一半，这洪荒万界未必不能属于你。若是有西方二圣助我截教，以应对老子和元始天尊，那局面便是我们这边有3个圣人，对方只有2位圣人了。局势渐渐对我截教有利了，只是不知师尊是什么想法。这西方二圣当真值得信任吗？通天，考虑的如何？有我二人助你，那火苗影像中的惨剧便不会发生，而代价只不过是大劫之后的一半功德罢了。若是能让我二人挑选几个玄门弟子带回西方，就更好了。贫道看那阐教12金仙就不错，只是可惜了燃灯道人。他虽然资质不高，但辈分却是无人能及，日后还有成为准圣的潜质，竟然被你随手抹杀了。哼，与本座联手，你们也配？通天，我二人什么时候招惹你了？怎么招惹本座了？你们自己看。归灵圣母，我观你与我教有缘，不如放弃抵抗，随贫道去往西天，如何？截教覆灭已成定局，你又何必坚持？这座万仙大阵早已经被我4圣联手破解，负隅顽抗已毫无意义。你们错了，截教弟子怎会不知万仙大阵抵挡不住4圣联手？我等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师尊他老人家还有后手。只要撑过7日，莫说是天道圣人，就是域外魔神，也要化作血水，生死道消。
贫道猜你所说的后手便是六魂幡吧？你不妨猜上一猜，那六魂幡此刻在何处？六魂幡已被贫道所得，而将六魂幡送给贫道的，正是你叫随侍七仙之一的长耳定光仙。不可能，长耳定光仙怎会背叛师门？他可是师尊最疼爱的弟子之一呀！没什么不可能。孽畜，你也看见六魂幡正在贫道手中，还要坚持吗？我受师尊通天教主点化之恩，岂能学长耳定光仙左右逢源？我宁愿一死，也绝不背叛师门。冥顽不灵，归灵圣母，贫道本想将你度化成佛，可你却执迷不悟，那便将你当做文道人的养料，成为我西方教的资源吧。我已皈依西方教，也听从了你们的命令。何时将人种袋中的六翅天魔蝉放出来？贫道何时答应过你释放六翅天魔蝉了？你和六翅天魔蝉都是鸿蒙凶兽，乃是天地初开之前便已诞生的先天道胎。若能为贫道所用，我西方教必定香火鼎盛，事件壮大。你放心，贫道不会为难你们。贫道还要将那六翅天魔蝉以佛法度化，成为金蝉。好你个接引道人，你竟敢与鸿蒙凶兽勾结！西方教究竟是何居心？已经多少年都不曾见过鸿蒙凶兽了。看那影像中所说，西方教中竟隐藏了2只鸿蒙凶兽，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你二人当真是好手段，竟然连本座都瞒住了。那文道人和六翅天魔蝉现在何处？大师兄，鸿蒙凶兽是什么？为何圣人都如此紧张？我等先天生灵本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受天地孕育、日月滋养而生，而文道人和六翅天魔蝉则诞生于混沌未分的乱世，其凶险程度可比现在不知危险了多少倍啊！若这2只鸿蒙凶兽是从那时就存活至今的，其实力绝对不亚于大罗金仙，难怪世界归灵圣母都不是文道人的一合之敌。那未曾露面的六翅天魔蝉如此受接引道人重视，若是被接引道人以佛法度化成金蝉之后，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弟子没给师尊丢脸。若非长耳定光仙突然背叛，将六魂幡送给元始天尊和接引道人，你们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好在本座已经替你们报仇雪恨，那长耳定光仙当真是万死难赎啊！师尊疼爱我们这些弟子，弟子们都知道，如今封神亮劫已开启，弟子愿意率领截教万仙，铲平阐教，替师尊出了这口恶气。不急在这一时，本座还有一些账没跟几个圣人算清楚，待算清楚之后，再大开杀戒不迟。你们是自己滚回西方，还是本座出手将你二人抹杀？就凭你，即便你有了大道鸿蒙诀又如何？贫道今日破了你的诛仙剑阵。师尊，难道真的不阻止通天他们吗？3圣大战，只怕顷刻间便会让这花果山灰飞烟灭。只要不波及洪荒万界，一个小小的花果山算得了什么？本座担心的是，通天手握封神榜，他到底要做什么？弟子恳请师尊救救俺的猴子猴孙。传本座师命，所有截教弟子接入万仙大阵。通天，你到底要做什么？通天，你可不能胡来。虽然圣人因果不沾身，但乱造杀孽可是要受天谴的，你要三思而行啊！通天教主只是命多宝道人他们结阵，为何师尊和大师伯这么紧张？圣人手段可毁天，可灭地，可乱地火水风，而截教的万仙大阵非4圣联手不可破，坚固程度不亚于当年东皇太一的周天星斗大阵。也就是说，通天教主这是准备要跟西方2圣开战了。不好，3圣死道所波及的范围便不只是花果山，速速通知附近的阐教同门，让他们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众仙提力，接万仙大战！此番亮节，你西方二圣本该置身事外，可你们为了一己私利，却一再伤我门人，还将归灵圣母活活吸食而死。本座今日便拿你们项上人头祭旗。那是未来发生的事，与贫道有什么关系？哼，少废话，受死！圣人神威，封神亮节才开始就引动了圣人之战了吗？进度会不会太快了点儿9尾狐狸精尚未附身妲己，那纣王如今也还是一代人皇雄主，他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嘿，这可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哼，何止凡人遭殃啊！我们这些神仙不也如老鼠一般龟缩在大阵中瑟瑟发抖吗？圣人神威，岂是我等可以触碰的？这还只是3圣之战，若是老子和元始天尊也加入进来，只怕万仙大阵也承受不住啊！奇怪，通天似乎并未下死手，到目前为止，他只用出了诛仙剑阵。若他真打算用接引和准提的人头祭旗，难道不应该法宝频出吗？说的不错，之前他为了对付我们，可是拿出了混沌钟，甚至还用大刀鸿蒙诀，意图与我们同归于尽。可为何单独对上接引、准提，反倒手下留情了？通天，你究竟在耍什么花招？为何到现在为止都不尽全力？哼，既然你想见识一下本座真正的手段，我便成全了你。通天，你根本就没打算和我们血拼到底！你以混沌中的时空之力强行吸收我等3圣的神通，到底有何意图？现在才发现吗？已经太晚了。本座要借你2人的圣人之力，助杨戬救母。你会有这么好心？本座虽为圣人，却并非圣母。那云华女不只是杨戬的母亲，也是昊天的胞妹。本座若能助她救出云华女，昊天便是欠了本座一个天大的人情。有这段因果将昊天捆绑，天庭也可为本座所用。原来如此，本座原以为你手持封神榜，只是想报复阐教，顺便发泄一下天道不公罢了。没想到你竟是想完全掌控封神亮节，令无量功德只为你一人所有。难道你们辛苦打造的封神亮节，不是为了那背后的无量功德吗？哼，本座只是被你们选中，无缘无量功德的可怜虫。你们抢走了所有的好处，并瓜分一空，却将本座的截教付之一炬。怎么，轮到本座拿好处的时候，你们却不乐意了？我已将全身法力施加在开山府上，却还是办不到吗？难道只有圣人才能破开这座天道法阵？哎呀，据我所知，除非道祖亲自出手，否则其他6圣都无法单独将天道法阵解开。我并非没有求过道祖，但他更愿意用你母亲要挟我，又怎么会答应放了你的母亲呢？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这是东皇太一的混沌钟。我记得当年巫妖大战，帝俊和东皇太一与12祖巫同归于尽，混沌钟也从此不知所踪。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老天有眼呐！杨戬，还不速速请出你的母亲！
妹子，这么多年你受苦了。小妹以为今生都无法离开桃山，有那天道法阵在，只凭兄长和杨戬，如何破得了那阵法？你说的不错，我也奇怪，那混沌钟究竟是谁送来的？刚才那3道圣人之力又是怎么一回事？无论是谁，他都是我杨戬的恩人，这份天大的恩情，我自当粉身碎骨也要报答。快跟上！啊，竟然是你救了我妹云华女。不错，正是本座。不知天尊如此大费周章，助我救出云华女，所谓何事？若有需要，我自当舍命报答。本座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昊天听着，本座要你搭建封神台。搭建封神台？莫非天尊要掌控封神亮节？通天，你敢？封神的无量功德乃是本座的，你有什么资格抢夺？通天，收手吧，趁局势还能挽回，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了。越来越有意思了。东方玄门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洪荒万界越乱，我西方教才能够趁势崛起。不错，东西方的实力差距过大，若是三清不和，对我西方世界而言将极为有利。天尊欲将封神的无量功德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我能理解。可天尊真的做好与其他圣人为敌的准备了吗？天尊费尽周折助杨戬救出母亲，此等天大的恩情，杨戬必舍命报答。可正如舅舅所言，若是4圣联手，天尊该如何是好？师尊，昊天和杨戬所言有理。虽说封神榜在师尊手中，可一旦搭建封神台，便是彻底与其他圣人撕破脸。弟子还是要劝师尊三思。哼，莫非你们以为只要本座退让了，他们便会既往不咎，就不会伤我截教弟子，就不会将本座镇压在紫霄宫了？哼，天真！莫要胡说，道祖只是命你在紫霄宫闭门思过，你怎能污蔑道祖，将你镇压？通天，你真是疯了，竟开始胡说八道！莫非真以为道祖不会动怒不成？本座心系洪荒亿万生灵，只想此番谅解，尽可能的少伤及无辜。通天，你一意孤行，以封神榜残害生灵，本座便只能提前出手，将你带回紫霄宫了。有道祖出手，恶仇我阐教不幸啊！如此，封神谅解也可回归正轨了，此乃大善。主人，本系统已将100滴盘古精血注入你的体内，但你体内的天道之力正在排斥盘古的大道之力。这是为何？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大道之力不在天道的约束范围内。而洪荒7圣全都是天道创造的圣人，天道又怎么会允许你们这些圣人摆脱他的控制？除非什么？除非主人自废天道圣人。自废天道圣人？你可知本座成就圣人果位耗费了多少岁月吗？而且以目前的形势，你觉得本座还有重修大道的资格吗？主人是怕毫无修为后，那些圣人会对你出手吧？主人多虑了。当主人自废修为的一瞬间，本系统就会用海量的资源，疯狂将主人砸回至少混元大罗境界。虽然此境界不如天道圣人，但上限绝对远超天道圣人。哼，然后呢？让本座等着被元始天尊一巴掌拍死。然后主人就可以依靠盘古精血修炼大道鸿蒙诀了。而且有本系统加持，主人相当于拥有无限修炼资源，只要苟过几天时间，超越天道圣人并不难。超越天道圣人吗？本座就信你一次。倘若你敢欺骗本座，你连投靠他人的时间都不会有，本座会在第一时间将你抹杀。通天，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那本座也无需对你手下留情了。通天，你这是干什么？
莫非你要自废天道圣人的果位，将洪荒万界炸毁吗？疯了！通天一定是疯了，他可知道他的天道圣人果位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吗？他竟然要主动舍弃，就为了那可笑的不认命。师尊，你们几人速速进入万仙大阵，可保一条性命。都消失了，不光是花果山和奥莱国，就连东胜神州都一块消失了。这就是圣人的怒火吗？通天，瞧你干的好事！若非本座和几位圣人及时出手，只怕三界都要毁了。不对，通天的修为怎么不见了？为何我感知不到他的圣人果位？通天，你自废了天道圣人果位！自废圣人果位？通天，你这般愚蠢，当真是给了贫道一个天大的惊喜啊！通天抹杀了你叫燃灯道人，这个仇你若是不报的话，你让门下弟子如何看你？哼，准提，不必用话激将本座。就算你不说，本座也不会手下留情。通天，你纵容门人闯入我教玉虚宫，导致我教损失惨重，这个仇我便亲手要向你讨个说法。要怪的，那就怪你自作孽不可活，怨不得我等。听我号令，立刻解阵，随我保护师尊。主人，本系统已将10万个蟠桃直接喂进了你的肚子，另外还有10万个人参果和1万个黄钟梨。为了保险起见，本系统还赠送了主人一道盘古根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多资源砸下去，足够主人突破混元大罗境界了。不对，通天的气息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这是混元大罗，连师尊都说通天已经自废圣人果位了，为什么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修混元大罗？果真是混元大罗，而且贫道在通天身上还感知到了一股不属于洪荒万界的大道之力，莫非是贫道感知错了？你没感知错，因为我也感知到那股可怕的大道之力。而上一次让我产生战力感的，还是天地未开、鸿蒙未成、盘古力压万千魔神时的场景。竟然是力之大道，那可是盘古独有的大道法则。为什么本座防备了这么多年，他都已经陨落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7大圣星竟然消失了一个，不是说圣人不死不灭吗？为什么连我都能感觉到天地间缺失了一道大因果？圣人的确不死不灭，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洪荒生灵穷其一生都在追求这一境界。为此，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绝情无义。但圣人不死的前提，必须遵循天道秩序，否则，纵使你实力再强，也会如盘古一般遭到天道镇压。你的意思是，当时7大圣人之中有一人违抗天道，被剥夺了圣人果位？应该不是，至少本地并未察觉到天怒的痕迹。若非是天道剥夺了那人的圣人果位，以本地的见识，能导致圣星消失的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主动放弃了果位。不好，7大圣人果位出现了空缺，洪荒万界怕是要经历一场比封神亮劫更大的浩劫了。大哥说的不错，当年道祖在紫霄宫讲道，分发圣人果位时，战况何其激烈，你我2人联手才勉强夺得一个席位。此事引发的因果，甚至至今都未能完全消弭。如今封神亮劫已经开启，若此时再来一场因抢夺圣人果位的大劫，后果简直不可想象。那还等什么？速速去见道祖，让他尽快出面阻止这场浩劫吧。本座再入准圣之境，也不过瞬息之间罢了，没能让诸位抓住机会抹杀本座，诸位一定很失望吧？
通天，不要以为你舍弃了天道圣人果位，便可以踏足盘古的励志大道。当年盘古都未曾成功，陨落之后，一气化三清，这才有了我们师兄弟3人。盘古本尊都做不到的事情，我3人只是他的元神所化，如何能走得通这条道？通天，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能不能走得通，没试过又怎会知道？本座不是你们2人，本座从不认命。何况若是我停滞不前，截教便会满门被灭。是你们逼我走上这条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2人来的正好，如今7圣全部到齐，本座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5圣听令，速速捉拿通天，以还洪荒万界清明。5圣联手，即使还是天道圣人的师尊都不可能挡得住，何况师尊仅仅是回归准圣境而已，如何挡得住5圣联手？没办法了，眼下只有将截教万仙全部召集过来，以万仙大阵替师尊抵御住5圣联手。至于以后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是区区准圣罢了，就算通天修的是盘古大道又如何？在圣人眼中，不过就是强一点的蝼蚁，凭到1人便可轻易拿捏。啊，怎会如此？准圣之境竟然只用了1根手指头就挡下了准提的7宝妙术，难道盘古大道已经无法用天道规则衡量了吗？如此说来，刚才还是通天教主手下留情了，否则你我2人怕是已经不燃灯道人的后尘了。在场之中见过盘古还跟盘古交过手的，只有道祖。通天教主如今实力如何，只怕也只有道祖最为清楚。莫非真让通天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道？本座还是不愿相信通天能做到。要知道，相如道祖也不过是天道圣人，区区通天怎么可能打破天道桎梏，做到盘古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以意志抵挡本座，通天，你莫要太猖狂了。贫道的本命法宝啊，就这么被通天捏碎了？不可能，本座一定在做梦。诸位，道祖有令，命我等捉拿通天，你们还在等什么？记忆碎片已修复80%，影像又出现了，还要不要继续看？不知道祖道坊有何指教？本座今日前来，是送你兄妹2人一份天大的机缘。不知2位可知封神亮劫？这封神亮劫乃是3教争夺天地之功的大劫，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一场神仙之间的腥风血雨。如此大事，道祖为何要找我们？兄长说的极是，3清之间的恩怨与我兄妹何干？道祖不去找你那3个徒弟，反倒先来跟我们说，还说要送我们一场天大的机缘，只怕这机缘有命看，没命拿吧。女娲，你以捏土造人之天功，成就第7位天道圣人。虽说是7大圣人之中实力最弱的一位，但毕竟也是圣人果位，怎会如此胆小？你深知，即便是圣人，若实力依旧停滞不前，早晚有一天会被他人取代。本座预助你一臂之力，应当感恩戴德才是，竟敢还怀疑起本座，还真是令本座寒心呢。道祖不必多言，这洪荒万界虽看似大局已定，实则处处凶险万分。封神亮劫便是最好的证明，就连一体3人的3清都会为利益争斗个你死我活，你叫本帝如何相信他人？小妹说的不错，我兄妹2人一心只求大道，无意与他人争抢天地之力，还望道祖见谅。何必这么着急下结论呢？倘若本座说封神之功，本座打算与你兄妹2人平分，难道也不心动？平分？你会这么好心？就算你真打算这么做，你如何向3清交代？本座无需向任何人交代，何况是3清。这么多年了，你2人只记得3清本是一体，却似乎忘了那一体的真身又是何人了。怎会忘记？盘古陨落后，元神一气化3清，方有今日3圣。这么多年，原来你还一直防备着他们。也是，你曾与杨梅大仙联手对付过盘古，险些被盘古打得神魂俱灭。若非天道将盘古镇压，哪有你红军出头之日？
本座是忌惮盘古，难道你就不怕吗？若有朝一日三清再次化身盘古，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你如今所获得的成就都将一无所有。在大道圣人面前，所谓的天道圣人亦是蝼蚁。所以你宁愿将封神亮节的无量功德送给我，其实你还有其他选择。西方二圣吗？当年本座将2道圣人骨背送给接引和准提，不过是避免东方世界太强所做的妥协罢了。西方贫瘠之地就注定了不配与东方世界相提并论。行了，本座说的已经够多了，是否愿意参与封神亮节？当早日做出决定。原来我二人只是道祖制衡手段的棋子罢了。女娲，那影像中所放的是不是事实？想不到通天教主的手段竟如此诡异，竟然将2大圣人之间的谈话都推演了出来。莫非当初道祖没将天机屏蔽掉了？师尊，你应当知道，盘古元神分化之后，绝无可能再有复活的可能，为何还会对我三清心存防备之心？以你的天资，都无法寻求大道，更不可能超越盘古，怎么可能做得到？就算是如今的通天，我相信他绝无可能做到。事已至此，本座已无需隐瞒。不错，本座的确一直防备着3人。如今通天所做的一切，本座更加笃信我所做的没错。道祖的意思是，通天当真有机会成就大道，如此说来，就更不能再纵容他了。速速和我6圣将通天打入9幽地狱。人心已散，哪里还有什么6圣？女娲，你当真以为封神之后，封君就会将无量功德与你平分吗？你这是何意？封神开端都是出自本座一手策划，是本座将那轩辕符中的9尾狐狸精送去朝歌。阐教与截教之间的恩怨，也是本座故意引导所致，其中因果都跟本座脱不了干系。本座如何不配得无量功德？妹妹，快看，那影像中似乎还有一段前尘往事并未放完。长生不老的长子，妾身不要了，只求天尊饶恕纣王一命。纣王和大商会有今日，都是妾身的错。说天道妖怪的话，便责罚妾身一人，请天尊放过纣王吧。本帝派你进入朝歌，是让你蛊惑纣王，你却动了凡心，如今还有脸求我？天尊若要责罚，妾身无话可说。可若天尊放过纣王，妾身愿意用毕生修为还他一条生路。就为了一个男人，你要放弃成仙得道的机会？如今大战已经结束，正是封神的天赐良机。你为封神亮节立下如此大功，本帝打算赐你登入封神榜，一招便可登天成仙，这难道不好吗？不，妾身不要成仙。若是可以的话，请天尊将成仙的机会留给纣王，妾身甘愿去往大周阵营赴死。你不后悔？凡间的封神之战，皆由妾身而起。大周阵营中的将士，也是因妾身而死。杨戬和哪吒恨我入骨，大周将士也恨不得将我打入无间地狱。若是天尊将我送去，他们必然会感念天尊。如此一来，天尊在凡间的香火必能日日鼎盛，妾身也能死而无憾了。你这又是何苦啊？也罢，既然这是你的心愿，本帝便成全了你吧。那封神榜中的365路福神之位，本帝就留一位血神赐予纣王，如此你可满意？大局已定，通天教主却还在负隅顽抗，他竟然妄图重塑地火风水，将洪荒万界打碎重铸。倘若亿万生灵受损过多，只怕道主许诺于我的无量功德就要大打折扣了。原来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你，女娲，还我截教弟子的命来！我阐教12金仙被九曲黄河镇消去了顶上3花，这份因果如何跟本帝交代？道祖将真相告知于我们，老道还有些将信将疑，但看到导致阐教与截教死斗的9尾狐狸精就在你身旁，老道不信也不行了。想不到
般浩劫的幕后推手竟然是你呀！女娲，你可知封神亮节的结局是什么吗？我师兄弟3人皆被道祖喂下了一颗陨圣丹，你可知这陨圣丹是何物吗？若违背誓言，便会肠穿肚烂，即便是圣人也难逃厄运的毒药。所以是道祖默许你3人来找本帝的。你为何会有此疑问？我3人前来找你，与道祖无关。你还是想想如何回答。你为何会参与到封神亮节中来吧？自然是与道祖有关，而且关系很大。本帝要见道祖。你走不了了。你为何出卖本座？封神尚未结束，你何出此言？莫非你怕了3清？少废话！本座承认7圣当中本帝的实力最弱，若是3清同时找上门来，本帝如何应付得了？你答应我，封神之后就分1半5量功德给本帝，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此一时彼一时，只怕这无量功德本座给不了你了。否则3清便会知晓你和我在背地里提防着他们。本座也没想到，他们吃下陨圣丹的时候，连一丝犹豫都没有。从此以后，本座便高枕无忧了。你就不怕本帝将真相告诉他们？你若是有那个本事，还会来见本座吗？女娲，往后你就守在你的挖皇宫，潜心修炼就好。无论日月如何乱转，你的圣人果位，本座会一直给你留着。只是洪荒万界的所有事情都与你再无关系。将你手中的封神榜交出来吧。你已将纣王封为喜神了吗？应该是9尾狐狸精的夙愿吧。也罢，他立了大功，应当满足他的心愿。只是这只小狐狸，还是不要留他性命。对了，本座有个弟子不是很听话，本座打算将他请到紫霄宫里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此生都不会再离开本座了。他若是敢反抗的话，本座便用藏神关将他镇压起来。那藏神关你应该听说过吧？藏神关是什么法宝，能让堂堂圣人的女娲都露出那种表情？说来惭愧，我也从未听闻过世间有这么一件宝物。那就奇怪了，让2位圣人都如此重视的宝物，不可能寂寂无名。哼，宝物还不是最重要的。你们不觉得世人敬仰的道祖背地里却是另外一副面孔，这才是最让人震惊的吗？而且道祖说他要将自己的弟子关在紫霄宫，还打算用藏神关强行镇压这名弟子。什么弟子值得这么惨啊？我二人还是低估了东方世界的底蕴啊！想不到连藏神关这种东西都被留在了东方世界。陨圣丹就已经足够让咱们这些圣人忌惮了。若道祖那里还有藏神关的话，所谓的圣人不死不灭，那道祖那里就是个笑话。弟子敢问师尊，那影像中所放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你为了提防我们，究竟隐瞒了多少？元始不得对师尊放肆。但藏神关的消息确实令人大感意外，那可是以魔神怨气所化的混沌煞气至宝，早就应该随着开天辟地消失在鸿蒙中了。师尊是如何找到它，并将它留到现在的？只是通天以某种手段制造的影像而已。尔等就算没有灵明石猴的破网神谋，也不至于连这点假象都看不透吧？当真是让本座失望至极呀！我就说怎么可能是真的？世人皆知道祖慈悲，却被通天污蔑成不择手段的阴险之人，这等欺师灭祖的行径，实在是令人不齿。上梁不正下梁歪，截教教主尚且如此，可见截教弟子都是些什么3教9流之徒。那影像是真是假，本帝自有判断，无需他人指手画脚。通天，你回答本帝，那影像究竟是何物？此物是一个知晓过去未来之人的记忆，本座并未施展任何手段，只是将此人的记忆放给你们看而已。至于你们信不信，皆由你们自行判断。
其实要弄清楚影像是真是假，倒也简单，只需各自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大家对账，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说的容易，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神仙，哪个愿意把自己做的脏事说出来？依俺看，不管闹多久，这都是一笔糊涂账。大圣所言极是，既是一笔糊涂账，只怕最后还是要拳头底下见真章啊！俺早看这些神仙不爽很久了，什么阐教、人教、西方教的，统统都给他一棒子打碎，再搅和到一块儿，重新来过。你这猴头，当真是看戏不怕事儿大。要真打起来，你家尊师真能一个打6个圣人不成？嘿嘿，现在未必是一个打6个了，至少老子元始天尊和女娲已经不像这道祖了。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啊？自从影像放出来之后，7圣都被慢慢分化了吗？启禀师尊，截教万仙已冲破护教大阵，正试图攻破玉虚宫。因12金仙分出一半未曾参战，加上副教主燃灯道人不知所踪，只凭我教剩下那点人手，根本抵挡不住截教万仙。大师兄，燃灯道人并非失踪，而是被通天教主打得身形俱灭，已经陨落了。已经陨落了，这可如何是好？我已吩咐将士地下山，若没有封神榜和杨戬、哪吒助阵，如何开启封神亮节？对了，杨戬和哪吒呢？大师兄别找了，杨戬和哪吒都跑到截教去了，甚至就连天庭之主昊天都在截教那边。如今的局势可谓是一片混乱。南极传本座圣谕，命阐教弟子退回玉虚宫。本座以圣人手段封禁宫门，以你们抵挡住截教万仙。没有本座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战。还有，让你的江师弟回山吧。这封神亮节，我阐教不掺和了。虽说我人教只有1名弟子，但老道也要说一句：封神之战与人教无关。通天，你若还想开启封神亮节，便让你的截教跟别人打去吧！哼，简直胡闹！你们这些圣人把封神当成什么了？封神的本意乃是重建天庭，为天庭定下一批掌管洪荒万界的神仙。你们2教都退出了，截教弟子又都不愿意上榜，那你们想让谁去天上做神仙？总不能让我西方教的人做你东方世界的神仙吧？不可胡说，入封神榜的哪个不是死后才能登榜？我西方教本就人才凋零，若是再死上一大批，我西方世界岂不是要空无一人了？嘿嘿，俺怎么觉得死后才能登上封神榜的规定就是瞎扯淡呢？失去肉身，便是今后再无修行的可能。若是这么一批弱不禁风的家伙做神仙，岂不是以后谁想打上天庭就可以随便打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听你说打天庭，我就激动。可能是师尊塞给我的记忆里掺了一点奇怪的东西。弟子身为天庭之主，却没有资格挑选维护天庭的属下。这天庭之主做的实在没意思，还请道祖另择人选。昊天，连你也要跟本座作对吗？弟子只是道祖身边的道统之一，道祖不是为天庭准备了2位人选？就算弟子退出了，道祖也可以推选瑶池上位。你以为本座不敢？你们都受过本座恩惠，今却因为通天的谎言要背叛本座，莫非真以为本座不会动怒？不愧是天道第1圣人，这等实力与准提如同天上地下的差别。以本座如今的实力，绝非红军的对手。本系统正准备海量的资源，帮助主人进一步提升修为，但是需要时间，还请主人尽可能多的拖延一下时间。只怕红军已对本座起了杀心，他不会给本座太多机会的。记忆碎片已修复90%，主人可以用影像拖延一下时间。道祖不是说本座以手段篡改了影像吗？本座还记得道祖曾说过，只要本座愿意舍弃一些弟子，便一直为本座保留圣人果位。那这是什么？我的好徒儿，昔日本座最是疼你，在分宝岩上，你所获得的宝物也是最多的，可你却也是最不让本座省心的一个。那封神亮节不过是祭献了你一些弟子罢了，
你却要重塑洪荒？莫非这天命对你一个天道圣人而言还不够恩德吗？我的好师尊，你若真疼我，又怎会将这鸿蒙未开始的葬神棺隐瞒到现在？还有徒儿腹中的陨圣丹，那可是能要了徒儿这圣人性命的好东西啊！红军，你可千万别跟本座说，你将葬神棺和陨圣丹隐瞒至今，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如今本座已被你囚禁在这紫霄宫地牢中，你还要假惺惺的装好人吗？好人，在这洪荒半界之中，谁是好人，谁又是恶人？亿万生灵，哪个不是为自己而活？若是能一朝得道，掌握大道，即使是资质卑微的人族，也会自相残杀。难道此番封神之战上演的杀法还少吗？本座不过是利用了一点人性的贪婪罢了，你便叫苦连天。与魂飞魄散的归灵圣母相比，本座却还留着你的性命。你不比那归灵圣母幸运千倍万倍。这么说来，本座还要感激你不成？当初你以花言巧语欺骗我师兄弟3人，服下陨圣丹，本座尚且不曾怀疑过你，否则也不会主动跑到这紫霄宫来自投罗网。红军，你当真以为只要压制了3枪，这世上便无人能够成就大道，将你取而代之了吧？如我这般看透天道、感叹天命不公之人，世上怎会只有本座一人？说得好，本座自然不会天真的以为你是唯一一个，更不会相信是最后一个。但以本座的实力，却可确保下一个你要么死，要么为地乞讨，别无他路。你看杨戬如何？他再看昊天又如何？本座以天道之命，将云华女压在桃山之下。他们2人尝试过千百次，都未能将云华女救出，还不是乖乖的认了天命？本座此次前来，倒也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你那大徒弟多宝道人，你跟老子联手建立了释教，还拉拢了不少阐教和你截教的弟子。如此一来，也算削弱了阐教和西方教的实力。不过几天时间，便凝聚了一元会的修为。冬天，以这天道圣人的底蕴，本座就笑纳了。莫非道祖所说的天命难违，指的是你便是天命吗？若是如此，那本座为何不能抗命？师尊，可否告诉弟子，那紫霄宫中是否真的有这么一座地牢？创建这座地牢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囚禁通天，亦或者某个圣人？倘若师尊想要否认，并交出陨圣丹和葬神棺，以表明绝无害人之心，否则你我之间必生嫌隙，这岂不是中通天的奸计？元始说的不错，只要将道祖将2件混沌煞气至宝交出来，我等绝不贪恋，只求当面毁掉。这样一来，也可安我等圣人之心啊。莫非道祖不愿意？放肆！诸位接受本座点化，方才正道成圣，如今却联手质问本座，看来诸位已被通天蛊惑，唯有本座亲自出手，将通天打落，方能唤醒诸位了。道祖发威了，难怪6圣都不敢招惹他。这天下第1人的称号，果真名副其实啊！这次影像所放出来的消息确实震撼，师尊这是逼着道祖对他出手啊，这可如何是好？圣人之间的争斗，
尚且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何况此番还是道祖率先发难，我等只能躲在万仙大阵中，只求不给师尊添乱，就已经是帮了师尊大。还未准备好吗？红军可是要对本座出手了。大道圣人需要的资源实在恐怖，本系统已经尽力往主人身上塞资源了，可主人的身体如同无底洞一样，根本看不见尽头。现在才跟本座说这些有什么用？本座要的是解决办法。莫非你想看着本座被红军一巴掌抹杀不成？主人不要着急，虽然以主人目前的实力，确实不是红军老祖的对手，但想要主人不被抹杀的办法，本系统还是有的。哦，那还不快说来！本系统已经将数个应付方案输入主人的识海中了，主人可自行选择。这个时候你看我做什么？无非你还想拉着我一块倒霉不成？风天，你还不赶快跟道祖认个错？只要你认错，道祖定会原谅你的鲁莽。这个时候才知道认错有什么用？已经多少年不曾见到道祖起杀心，不要说认错了，就算是通天跪下来，这一难他也只能承受。莫非今日便能见到开天辟地之后第一个陨落的天道圣人？道祖此番针对通天，无非是杀鸡儆猴，让我等迫于他的淫威，不敢再造次罢了。但本帝担心的是，即便通天败了，道祖也绝不会放过我兄妹二人。唉，圣人尚且无法违抗天命，况且我本就不是圣人，便只能够听天由命。天，你在逆天而行，我今日便亲手清理师门，还洪荒万界于朗朗乾坤。你我二人加上老子，乃是一体三人。我若有事，你二人也难逃灭顶之灾。元始，你若信我，就借一样法宝给我。说的不错，当初盘古元神一气化三清，方有三清。虽然本座不信你创立截教，收了一群三教九流做弟子，也从未想过你出事。说吧，你要借什么？莫非是本座的盘古幡，亦或者是镇教之宝三宝玉如意？本座要借的是玉净瓶中的杨柳枝。贫道的杨柳枝不过是一件先天灵宝，如何抵挡得住道祖的圣人法力？天尊莫要跟贫道开玩笑了。你错了，那杨柳枝并非普通的先天灵宝，而是取自杨梅大仙的胡须。为今之计，唯有此宝方能抵挡道祖。杨梅大仙确有这种可能，此行就将你的杨柳枝借给通天一用。弟子遵命。区区的先天灵宝，竟然将道祖的法力强行没收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贫道也想不通其中是何道理。还有杨梅大仙又是何人？那杨梅大仙与道祖一样，都是天地未开之时就已存在的上古大能。道祖此生只拜过两人，一为盘古，二便是这杨梅大仙了。那杨柳枝乃是杨梅大仙的贴身之物，自有吞天彻地的法力，只是放在慈航道人手中，白白埋没了威能罢了。如今经通天之手施展出来，亦不输杨梅大仙当年风采。杨梅大仙早已游离于天道之外，今日还要阻我吗？可本座也不死当年，纵然一时大意，想要抹杀通天，却也不难。把道场当法宝使用，俺还是头一次见这种手段。道场也是法宝，都是大能以自身法力强取天地灵脉建造而成，又以自身灵气滋养多年，早已与大能心意相通。虽不入法宝之列，但手段却比寻常法宝更为强横。而且紫霄宫乃是红军老祖的本命之所，其中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底蕴，谁也不知道。就说那葬神关，他在场所有人联手，也未必抵挡得住。
若是如此，那该如何应对？只怕应对不了，除非师尊能够成就大道，踏入盘古曾经达过的境界，方能与红军一较高下。成就大道吗？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眼下只能用系统提供的其他方式拖延时间了。道祖修行至今日，自信举世无双，可如今本座却知晓，即便强如道祖，也有心魔。纵然你将本座抹杀，若心魔不除，恐难成大道。你只是本座收养的弟子之一，谎言本座也有心魔。也好，本座倒要听听这心魔是什么。若说的不对，本座即刻将你抹杀，绝无虚言。记忆碎片已修复100%。3000魔神皆被本尊所斩，你是唯一一个胆敢独自挑战本尊之人。虽说实力低微，却也有些胆量。本尊不杀你，你走吧。为什么你我都诞生于混沌之中？为何你的实力比我强这么多？我不甘心，胜你，你必将成为吾之心魔。哼，那是你的事儿，与我何干？本尊与你交手不过几个回合，但本尊却认定你的天赋不值一提。这混沌世界中，比你资质高的如浩瀚星辰。你若不信，不妨一一挑战，试试本尊所言是否非虚。不必了，我并非不懂其中的道理。在与你交手之前，我就曾败于杨梅大仙之手。但我深知，即便是他，我也只属几招。唯独与你交手，我自知此生都无法与你相提并论。唉，可即便是我，也终究难成大道啊！这就是你再次挑战本尊的手段，依靠天道将本尊镇压，可他终究不是你的实力。本座不在乎，要洪荒万界之中没有你盘古存在，本座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真是如此吗？你明明知道穷极一生也触碰不到本尊的境界，此生更是无缘大道。而见识过本尊实力的你，又怎能看得上区区天道圣人？红军，本尊今日虽死，却仍是你的心魔。盘古，你这是什么意思？将自身血肉与洪荒万界完全融合，是想警告本座，有朝一日一定会醒来吗？你一身资质在那一缕元神当中，若是本座夺了他，便是也有了窥看大道的资格。如此大礼，本座就笑纳了。原来助我等成就圣人果位，不过是道祖的一场骗局。养要养肥了再吃，这么简单的道理，本座今日才想明白。可笑，当真是可笑啊！倘若3清都是道祖圈养的肥羊，那我们算什么？尚未被道祖盯上的小羊羔吗？如今贫道才明白通天为何要违抗天命，若不违抗，便注定是死路一条。贫道一生追求大道，到头来不过是梦幻泡影。现在醒悟只怕太迟了，红军早已天人合一，纵然我6圣联手，也伤及不到他一分一毫。天命终究还是难违啊！未必，我若成就大道，可掌红军。大道，盘古穷其一生都未能成大道，你不过是盘古元神分化出来的一缕残魂罢了，也妄图触碰大道。如今本座既是天道，我说天命难违，谁敢违抗？主人，我已将1000黄钟礼、10万星星、100万颗人参果、1000万颗蟠桃尽数塞入你体内。另外，还有完整造化玉牍中记载的3000大道和36000小道，都打入主人的神识，成就大道只在一念之间。如此甚好。这是俺的法天象地，不对，这可比法天象地厉害多了。师尊莫不是变成盘古了？果然被道祖藏在紫霄宫内，这下你还有何话说？区区一缕盘古残魂，怎么可能
整个大道，本座所得到的造化玉牒也只是残片，其中记载的3000大道丢失了大半。你是怎么将3000大道汇聚于一身？若无天大的机缘，本座又怎敢逆天改命？道祖似乎忘了我截教的教义了，截取一线生机，以求大道。如今看来，那缥缈的一线生机，终究还是被本座得到了。成就大道，自然是顺水推舟。红军，你可以瞑目了。这就是大道圣人吗？举手投足便将天道第一人打得灰飞烟灭，难怪道祖一生的心魔都是盘古啊！道祖既已陨落，封神亮节也毫无意义。通天取代道祖，掌控万界，那洪荒应当再无波澜了。本座也是很清大道，竟还有异世界的小小敢夺舍本座！你们这些异世界的人，贼心不死啊！主人慢点动手，这道残魂里藏着另外一个系统，主人可以加以利用。本座已是大道圣人，变强对我而言毫无意义。不对。主人快看，残魂中好像有一段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记忆。难道这里的洪荒只是万千世界中的一个，而在这方世界之外，还有更强大的存在？大道之上，竟还有更强的存在，有意思。也好，本座就带着2个系统，前往其他世界一探究竟。